在末世中一定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28大杠，因为它不仅可以让你跟警车队免受怪物的追击，还可以携带一些食物等重要物资。如果你掉了队，迎接你的只有死亡。夜晚是诡异最为活跃的时候，远处沦为人类禁区的城镇隐隐传来求救声，是在引诱人类前往救援。陈野从28大杠的后座上取下包袱，准备做饭。这些物资都是逃亡路上搜集而来的，一起搜集而来的还有腰上的一把手弩。在这样混乱的末世，有时候人比诡异更加可怕。现在上户已经沦陷成为无人区，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帖子上说过，鬼是无法被杀死的，只有觉醒序列超凡才能杀死鬼。当时陈野还不信，以为是什么神经病在玩抽象，但当诡异爆发后，他用手弩命中过一只诡异，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帖子里说过，觉醒超凡序列有很多种方法，有人说是突然觉醒的，还有人可以用一种药物觉醒。那帖子说序列有几百种，每个序列的能力也不一样，真是好奇啊！序列超凡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此刻陈野的泡面刚好煮熟，周围不少幸存者闻着泡面的香味，忍不住吞咽口水，眼神之中也露出贪婪。如果不是陈野抬了抬手弩，怕是已经有人上来抢了。饭后陈野拿出刚刚搜集到的毛毯，准备对付一晚。升级毛毯需要消耗杀戮值129，是否需要升级？莫非自己觉醒的并不是序列能力，而是系统升级？ Yes， 只要宿主愿意，就能给任何接触到的物品升级，比如手里的毛毯、腰间的手弩，亦或者刚刚煮饭的卡式炉。唯一的要求便是杀戮点。可我根本就没有杀戮点啊！鉴于宿主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本系统可借贷给宿主300杀戮点，期限1个月。还能借贷？想都没想，陈野直接就点了确定借贷。在这样的末日情况下，或许明天就会被诡异嘎掉，这时候不借才是傻子。眼下这辆28大杠是陈野最重要的财富，升级这辆28大杠绝对是最划算的方案。陈野亲眼见到掉队的人再也没有跟上。车队第一定律，不要掉队，以我所有的杀戮点升级自行车。确定用300杀戮点升级自行车吗？确定。正在升级。第二天，陈野的28大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野感受了一下，发现这辆经过系统升级的3轮车竟然比之前的28大杠还要省力气，骑起来很是轻松。铁子，这车是从哪弄的？小野，你该不会晚上出去收集物资了吧？你胆子也太大了，这车不比那小车差。陈野的3轮车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在末世任何物资都是相当珍贵，最重要的是这辆车可以不用汽油。要知道之前也是有人开着车加入车队，后来车没油了之后，车子就直接扔在路边。汽油这种东西只有前面那2辆改装越野车里的人可以搞到。野哥，你能不能让我坐你车斗里啊？这2天我走路腿好痛。不行。陈野，你佳佳，你要不坐我的车，我的车后座也有垫子，保证舒服。你这车也太个人了，你就不能也弄辆4个轮子的吗？4个轮子的还得加油，不如咱这自行车，你别看他们开车开得欢，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开不了。4轮的弄不到，你就不知道弄个3轮的。你看看陈野，强子，不如咱们把陈野的3轮车抢过来。佳佳，还是算了吧，陈野不好惹，而且他还有手弩。哼，瞧你那出息。房子，前面有房子。车队中那几辆越野车明显加快了速度，陈野也立马蹬着3轮加速冲向镇子。这牲口这么快，那镇子里怕是有诡异。娘的，管他有没有诡异，找不到吃的老子就要饿死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整个车队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就连那些早已力竭的徒步幸存者们也都纷纷热血起来。可当临近小镇子后，感受到小镇子传来的诡异气息，众人发热的头脑才微微清醒，没有一个人敢向前一步。从诡异爆发到现在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个镇子看起来就像几十年没有人来过一样，不少人脸色惨白一片，腿肚子已经开始抽筋，身子往后撤。陈野将腰上的手弩拿在手中，婆婆妈妈的，老子先去了。喂，傻大个，等等我！他娘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们一群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个老头，等我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看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一时间，不少人跟着冲了进去。陈野骑着3轮车跟在这些人的身后。陈野的目标并非远处的商超，而是两边的商铺。虽然商铺里的物资比不上商超丰富，但胜在安全，而且街道上面还有阳光。根据幸存者们总结的经验，在被诡异追杀的时候，只要逃到有阳光的地方，那些诡异就会停止追杀。和陈野一样打算的人不在少数，周围好几个人也都盯上了这些店铺。打量一圈没有发现诡异影子之类的东西后，陈野迅速开始扫荡货架上的食物。将食物收集的差不多后，陈野将目光看向那柜台里的棒棒糖。不单单有塔子，还有几包华子，荷花倒是不多，只有2、3包。突然，一种熟悉的战栗感从心中升起。卧槽！这门怎么被上锁了？有人针对我。这是纸哭鬼。
吃桃，我要吃桃。在末世中一定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2大杠，因为它不仅可以让你跟警车队免受怪物的追击，还可以携带一些食物等重要物资。如果你掉了队，迎接你的只有死亡。夜晚是诡异最为活跃的时候，远处沦为人类禁区的城镇隐隐传来求救声，是在引诱人类前往救援。靠着天黑前仅剩的一点阳光，纸哭鬼没有再向前一步。佳佳，我们这么干，怕是把陈野得罪死了。你这个废物，你就这么怕陈野吗？这3轮车不比你的自行车强多了。再说了，他自己进去搜集物资，自行车丢了能怪我们？陈野出不出得来都是问题。要是放在末日之前，这3轮车送我都不要。陈野的运气真好，这3轮车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强子，快走！好，吃桃，有桃吃。眼看着强子2人进入商超，陈野也快步紧随其后。车队第2铁律，尽可能的多搜集物资。可当陈野进入商超的食品区后，却发现前面的人行为举止有些怪。又是这种感觉。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出来啊，我们一起玩。从车队第一个冲出去的壮汉也躲藏在这里。你都这么大个子，也怕诡异吗？见到镰刀女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众人纷纷开始了躲猫猫，一边躲避镰刀女，一边搜集物资。嘿嘿，原来你们在这里啊，一起玩啊！妈呀，我还不想死。嘿嘿，真好，真好玩啊！我还要玩。他妈的，拼了！这是序列超凡。这也不行啊！你攻击了诡异白衣剪刀女，获得杀戮点200。只要逃到阳光照射的地方，诡异就不敢追来。好，给你糖吃。趁着纸哭鬼愣神的功夫，陈野快速跑出商超，远处那个魔鬼肌肉人再次被打飞出去，但又很快站起来，并再次冲向了镰刀女。看来这序列超凡也不是一无是处啊！陈野，你怎么坐我们的车子下来？这2人竟然也安全出来了，运气不错。不过这2大包东西从现在开始是我的了。陈野，你想做什么？想抢我车子不成？你现在赶紧从我的车上下来，我当这事没有发生。野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强子，你怎么这么怂？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打我们怎么着？你射杀了你的敌人，你获得杀戮值1000。陈野，你不要！陈野，救我，救我！趁着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陈野立马向着车队赶去。又是一名序列超凡，车队里怎么有这么多序列超凡？兄弟，发生什么事了？老公，你回来了吗？弟弟，你在哪？快走，再不走就晚了。铁石和娜娜怎么办？放心，他们会追上来的。好航啊，我老公还没出来，你们不能走。求求你们，我弟弟还没出来，你们不能抛弃我们。快走，别废话，你们想死就在这里等着。小伙子，你不能走，你要带上我们，我们年纪大了，要是你不带我们，我们肯定活不下去。如果不是有省力装置，自己怕是已经掉队了。看着自己的1200点杀戮值，陈野决定将3轮车加上电力驱动装置。系统，我是否可以自己设计升级方案？当然可以。那将3轮车的车头改成封闭式，轮胎换成实心胎，加装减震车架和电力驱动需要多少杀戮值？正在根据目前方案进行合理优化，升级电动3轮车需要杀戮值3500点，杀戮值不够，升级方案无法达成。系统，如果我能搞到配件，是否杀戮点可以减免一些？找到合适的配件，系统可以酌情减免部分杀戮值。系统，可否利用眼前的这辆摩托车进行改造？可以，目前改造需要杀戮点900。系统，有什么办法能够再省一些杀戮值？如果宿主能将摩托车的所有零件拆卸下来，并且初步安装到3轮车，能省100杀戮值。如果宿主找到第3个轮胎，还能省100杀戮值。原来如此，想要升级的目标完整度越高，能省的杀戮值则越多。确认升级。系统，如何才能觉醒序列超凡？目前觉醒序列超凡有2种方式，一种是获得序列真迹，另外一种是自我觉醒。系统，可有能够自我觉醒的方法？有，需要杀戮点3000兑换。系统，有用300杀戮点兑换一个对付诡异的办法吗？消耗300杀戮点兑换一个对付诡异的方案，是否兑换？确定兑换。黑狗血能对诡异起到一定的作用。黑狗血
如果用这个法子和前面那些序列超凡交换，不知道能不能换来汽油。第二天，随着升级完成，这辆三轮车已经变成了4部像的摩托三轮车。如果没法弄到汽油，这车怕是没有以前好用了。以前的自行车多好，现在改成这个4部像，真是遭罪受，以后还要搜集汽油。是啊，以前的自行车多好啊，要不我们去问问他之前那辆3轮自行车去哪了？呵呵呵，你们难道就没发现，这车就是那3轮车改的吗？不对，你们难道就觉得不对劲吗？这人一晚上就把3轮车改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可能？你们这边发生了什么？这摩托车是你的？是我的。厉害，昨天你还是自行3轮车，现在都换成摩托车了，真厉害！你是不是觉醒序列超凡了？真厉害！你是不是觉醒序列超凡了？女孩转过身，一双眸子亮晶晶的看着陈野。此话一出，陈野先是一愣，什么序列超凡？说的是我？周围的幸存者们更是轰然。以前也有人听过序列超凡的传说，但从来没见过。但昨天之后，没有人觉得序列超凡是个传说。而现在，众人听到这女孩说陈野竟然觉醒了序列超凡，这怎么可能？之前嫌弃的眼神瞬间都变成了羡慕和嫉妒。机械师序列，不然你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算了，你先跟我来。女孩说完就带着陈野前往前面那几辆车的方向。陈野明白了，估计是这女孩把系统当作是自己的序列能力了。看到女孩在前面带路，陈野也没说什么，跟着女孩往前走，只留下一众羡慕的流口水的幸存者们。这个车队有2个很严重的阶级分化，其一便是前面这群开车的人。这些人之中，根据陈野的猜测，至少有2名序列超凡。这群人人数不多，大概也有几十人。经过昨天杏花镇的事件之后，折损了差不多1半的人。这些人身上的衣着和精神面貌都比另外一群人要强上不少。陈野甚至还听说这群人之中还有一位明星。另外一群就是骑着自行车或者徒步跟在这些人身后的幸存者。从昨天的事情看来，这些人是随时可以舍弃的那一类。看到女孩带着陈野前来，所有人都投过来诧异的目光。陈野甚至看到一个气质很独特的赤脚青年看着自己。没办法，对方的气质实在是太过于独特。娜娜，这人是？第11章，人类还有希望吗？这人刚刚觉醒机械师序列。女孩说完这句话之后，在场所有的人都用吃惊或者羡慕的眼神看向陈野。机械师序列，真的假的？羡慕。这是咱们队伍里的第4名序列超凡，咱们队伍的序列超凡真的越来越多了。4名序列超凡，那就是还有1名序列超凡。是谁？刚才那个赤足青年。少女一甩头，示意了陈野不远处的那辆摩托3轮车，下颌线抬得高高的，似乎是因为发现了1名序列超凡很得意。队长，这辆车你们应该都有印象，昨天晚上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也只有机械师序列的超凡者能做到这种程度。怎么样？咱们队伍里多个机械师序列也很不错吧？少女说完，还大力拍了拍陈野的肩膀。所有人的眼神都在陈野和那辆摩托3轮车上打量，不少人都投过来惊奇的目光。女人们的眼神则是亮晶晶的，男人们的眼神则是极度羡慕。这可是传说中的序列超凡。幸存者们早就听说过序列超凡的事情，之前更是在杏花镇亲眼见过序列超凡的能力。如果能得到序列超凡者的庇护，单单是想想就让很多人眼睛放光。机械师序列，应该是和机械有关的一种超凡者吧？自己有了升级系统，倒也有些像。欢迎觉醒序列超凡，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特气质的赤足男人站起身来，对陈野伸出手，脸上笑得阳光灿烂。从这一刻开始，陈野感觉到序列超凡的大门似乎已经对自己打开了半扇。茶杯里袅袅升起一丝热气。末日到现在为止，陈野还是第一次喝茶。以前不爱喝的茶，此时品尝却让人感觉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此时陈野被请到了帐篷之中，帐篷里只有陈野、楚彻和娜娜3人。自我介绍一下，楚彻，领路人序列；娜娜，剑仙序列；陈野，机械师序列。既然确定我是机械师序列，那我就做好一个机械师序列的超凡者好了。还有一个，你应该见过，就是那个大块头，他是泰坦序列，他正在休息。你应该是刚刚觉醒机械师序列吧？作为一名新晋序列超凡，肯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当年我和你一样，刚刚晋升序列超凡，也是一头雾水。你如果有想问的问题，可以问我。陈野想了想，说道：什么是机械师序列？楚彻诧异地看了陈野一眼。按照道理，每个新晋觉醒的序列超凡都能从基因之中获得一些基本信息。不过，眼前这位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楚彻还是压下心中的怀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这才说道：根据我的了解，机械师序列对于任何机械都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天赋，他们对于机械的运行和原理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机械师序列也算是辅助序列的一种。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机械师序列是最理想的序列之一，可惜了。
经过楚车的解释，陈野这才更加了解了这个所谓的序列超凡。听楚车的解释，陈野才深刻体会到序列超凡的庞杂。序列超凡有超百种，就算是楚车了解的序列超凡也不过才几种而已，还有大量的序列超凡处于未知状态。毕竟末日也才几个月而已，每个序列超凡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其中更是分为很多大类，比如战斗序列、辅助序列、超自然序列，甚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序列。夏国就有剑仙序列、天师序列等，岛国有忍者序列、弑神序列。旁边的少女娜娜便是夏国特有的剑仙序列，天生对于剑有特别的天赋。其实在2025年就已经有诡异爆发，刚开始并没有特别严重，因此各国政府都还能勉力支撑。那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觉醒序列超凡。楚彻平静地说着自己知道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都是陈野从来没有听过的，因此陈野听得格外认真。鬼无法被杀死，只有序列超凡能对付诡异。但是你也看到了，在诡异面前，序列超凡也只是能起作用而已。想要杀死鬼，低级序列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做到。在杏花镇的白衣剪刀女不过是所有诡异之中并不算很厉害的存在。可就算如此，铁石和娜娜一起上都只能保命，铁石断了一臂才保住性命。人类的序列超凡在诡异面前还是太过于弱小了，而且诡异还在不停地变得强大，人类的未来很是渺茫。楚车说话很有条理，速度也很慢，而陈野却是越听心情越是沉重。仅仅现有的这些诡异已经让人类社会崩溃，让超级城市成为人类禁区，而这些诡异还在进化，变得更加强大。人类还有希望吗？人类的城市成了诡异巢穴，人类禁区。与此同时，楚彻也为陈野解答了一个一直好奇的问题：车队这么长时间以来还一直算是安全，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楚彻的序列。楚彻是领路人序列，这个序列并没有任何的攻击力，但这个序列的超凡者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能够感应到一定范围内的诡异气息，并且从中寻找到一条安全的路线。这也是为什么车队一直没有在路上被诡异袭击的原因。同时，诡异又被人吸引，车队人越多越能吸引诡异，因此只有不断的移动躲避诡异的追捕才能活下来。这也是车队一直在路上的原因。末日迁徙没有目的，活下去是唯一目的。陈野，你现在是我们车队的第4位序列超凡，有了你的加入，我们车队就更有保障了。欢迎你的加入。楚彻微笑看着陈野，少女剑仙娜娜也是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看着陈野。陈野耸耸肩，不加入又能如何？自己还有别的选择吗？陈野伸出手和楚彻握了握。对了，楚队长，不知道咱们队伍里有没有汽油？汽油倒是有，不过不知道兄弟拿什么换。在我们车队，需要的所有物资都是要自己去搜集，或者和其他人换。换？不是，我都是序列超凡了，还用我换？序列超凡就一点福利都没有。你刚才还欢迎我加入呢，不如我们举办一场内部交易会吧。刚从杏花镇出来，大家手里肯定有很多物资，可以互通有无一下。楚彻对陈野眨眨眼，只要付得起代价，你可以从换到任何你想要的。陈野听到这个消息，心思不由得活泛起来。内部交易会，说不定能换到需要的物资，升级自己的3轮车。想到这里，陈野忍不住期待起来。第12章交换物资。很快，陈野就明白了这个车队的生存法则。在这个车队之中，普通人还是占据大多数，但普通人能力有限，根本就弄不到什么好物资，因此想要从普通人的手里换到好东西很难。能交易的对象也只有眼前这几位序列超凡。车队的队长自然是领路人序列的楚彻，这个序列的超凡者是天生的队长。车队的管理和楚彻这个人一样，很是松散。楚彻对于车队的管理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公平。不管是楚彻，亦或者是车队之中最普通的普通人，想要任何物资，要么出去自己找，要么拿出对等的东西来换。就像陈野晚上看到有人钻进别人的帐篷里一样，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能活下去。对于这一点，陈野倒是没什么意见。能在末日的背景下，还有人能够遵循公平的理念，已经很难得了。似乎是为了欢迎陈野这个新加入的序列超凡，楚彻和娜娜以及那还在养伤的那位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物资交换会。昨天从杏花镇逃出来还有不少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拿到了一些物资，正好经过今天这个交易会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交易会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只要双方自愿即可。整个交易会定时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就必须要上路。这个交易会对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幸存者们来说，无疑是一场春雨，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几辆越野车的后备箱全都被打开，车上的人将后备箱里的物资全都拿出来摆上。陈野也将自己摩托车上的物资拿出来摆上。当然，香烟这种东西陈野是自然不可能拿出来交换的。车队之中不算陈野的摩托3轮车和几辆摩托车和自行车，4个轮子的车一共有4辆，2辆改装越野车，1辆大巴车以及1辆小汽车。2辆改装越野车是楚彻和娜娜各自1辆，那辆大巴车是还在养伤的泰坦序列傻大个的财产。
至于剩下那辆小汽车，竟然是这个车队之中传说的女明星的财产。陈野也看到了这位女明星，20岁出头的女人，穿着一条很简单的牛仔裤，上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一头长发保养得很好，精致的五官就算没怎么化妆，也让人觉得很好看，很舒适。看着有点眼熟，但陈野却叫不出名字。你好，周兰，很高兴认识你。听到眼前这女人说起自己的名字，陈野才恍然大悟。陈野，我看过你的作品，很好，谢谢。我听说你有一些女士的衣服，我能看看吗？2辆越野车和一辆小轿车的后备箱全都被打开，储车的后备箱里有一些过期的饼干和可乐，几乎占据了后备箱的一半空间。短期内不用担心饿肚子。陈野甚至还在储车的后备箱里找到了一个想要很久的东西，一张折叠的太阳能充电板。这种东西一般是外出徒步，喜欢往山林子里钻的那些徒步爱好者的必备之物。手机和相机没电的时候，就可以用太阳能充电板补充电量。如果这东西落到陈野的手里，再升级一下，甚至可以用来当做电动车的能量来源。可惜现在陈野需要的不是电量，而是汽油。陈野还在储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不少服装，有冲锋衣、摇粒绒和速干衣。可见其实专门收集的，在现在这种末日，这些服装才是最合适的。汽油也发现了2大桶。陈野还在储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动物皮毛，其中一个血红的皮子吸引了陈野的注意。这皮子是之前从江城逃出来的时候找到的，具体作用我也不知道。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算你便宜一些，你拿袋米给我就成。没想到楚彻竟然盯上了自己的那袋米，用1袋米换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作用的皮子，简直就是不可能。陈野委婉拒绝，小妾，要不你给我2条华子也行。陈野因为楚彻的狮子大开口，也没有把这个黑心的队长放在眼里。小妾，你那汽油怎么换？陈野指着楚彻的2大桶汽油问道。楚彻抹擦着下巴说道：1箱泡面，10条士力架，5斤大米。陈野想了想，还是决定再看看，毕竟汽油也不只有楚彻才有。陈野来到少女娜娜的后备箱，越野车的后备箱很大，但其中至少1小半都是各种衣物，食物也是各种零食、泡面为主，还有几袋子包装很好的腊肉，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过期，还有好几个掌机。陈野，我这几个掌机可都是最新款，怎么样？你想不想要？我能给你算便宜一点，你只要把你的那袋子面粉给我就成。陈野可没想要掌机的想法，现在都是末日了，掌机这种东西哪儿还有时间玩？车厢内还有好几把刀，长短刀都有，这些刀都是我之前在一个别墅里找到的。怎么样？你要是想要的话，我算你便宜一些，那把长刀我算你10斤面粉如何？娜娜看到陈野在看长刀，忍不住介绍道：10斤？你怎么不去抢？你那汽油怎么换？20斤大米。陈野，最后是大巴车的物资空间。大巴车的物资是最多的，因为这里的物资不单单只有那大块头的，还有不少是属于大巴车上其他人的。不少人都在大巴车的摊位面前转悠，这摊位面前不单单有各种食物，甚至罕见的还有不少牛肉罐头和鱼罐头、棒球棍、泡面、内衣、卫生纸，甚至还有好几台水果牌的笔记本，连水果牌的手机都有1箱。陈野甚至还看见了一个户外充电宝，是那种专门用于露营的装备，容量可以充2度电。这种充电宝陈野以前见过，好一点的价格上万，差一点的也要几千块。只是在这样的末日，充电都成了问题，这种大容量的充电宝着实只能算是摆设。还有好几个电饭锅和微波炉。陈野倒是真的看见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套修理工具，其中包含螺丝刀、套筒劈头，还有扳手和螺丝刀。之前升级摩托3轮车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工具拆零件，导致系统多花了许多杀戮点。自己现在被认定为机械师序列，没有一套修理工具怎么能行？陈先生，你可是看上了这套修理工具？陈先生是机械师序列，如果能有这套修理工具，肯定是事半功倍。陈先生想要，我们能给你算便宜点。一个秃顶的30多岁眼镜男有点讨好的笑道。陈也想了想问道：你打算怎么换？10斤大米或者2箱泡面，怎么样？第13章，如此臭不要脸。陈也微微皱了皱眉，眼前这人的报价多少有些高了。在末日里，粮食就是最硬的硬通货，比什么东西都值钱。特别是大米这种非包装类的食材，很多人已经吃了许久的泡面和包装食品了。之前从杏花镇里逃出来的人之中，带着大米逃出来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傻拉吧唧的去抢那些薯片、饼干和泡面，反而面粉和大米很少。看到陈也皱眉，面前这人显得很是小心翼翼的说道：如果陈先生真想要5斤大米也行，或者陈先生能够免费帮大巴车维修2次，这修理工具可以免费送给陈先生。这人在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打量陈也的面部表情。整个车队就100人不到，因此陈也是机械师序列超凡的消息很快就被车队所有人都知道了。陈也稍稍犹豫了一下，换了。面前这人大喜，连忙将这套修理工具帮陈也搬到摩托3轮车上。陈也接下来换了一些调味料、盐和油什么的，这些东西也只用了几包泡面就换了。2个小时的交易还剩下半个小时，陈也还没有换到汽油。
这倒是让陈野有些发愁了。汽油这种东西，只有楚澈、娜娜和那还没有出现的铁石有，但三人的报价都差不多，价格都很高。难道真要用大米去换？自己也有好多天没有吃大米了，还真有些舍不得。或许可以用那个秘密去交换汽油和娜娜的刀。汽油自己想要，娜娜的刀自己也想要。一道视线一直在观察陈野，这道视线的主人正是末日前的明星，现在的小汽车所有者周兰。这女人的物资相比其他人并不多，也只有少少的几件而已，却有不少人在她的摊位面前驻留。看到陈野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咬了咬牙，突然站起身来，打开车后座的车门，从后座上拿出了一个方形铁桶。姐姐，你想做什么？就在这时候，却见一个少年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拉住周兰的手。少年很是俊秀，和周兰有5、6分相似，如果是个女孩的话，怕也是一个大美人。小小，放手！我不放。姐姐，是不是打算把这桶汽油送出去？少年倔强地说道。傻孩子，这汽油是我们姐妹姐弟好不容易弄到的，你觉得我就这么蠢？少年半信半疑地说道。真的？周兰摸了摸少年的头，笑道。当然是真的。待少年放开手，周兰这才提着油桶走向陈野。陈先生，我这里还有一桶汽油，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换给你。正在陈野犹豫着是不是真的要用大米换汽油的时候，周兰突然出现了。什么价？10斤大米，如果陈先生不方便的话，8斤大米也行。陈野眉头一皱，之前楚澈和娜娜也是有汽油的，但是这两人都是要20斤大米，眼前这个末日前的明星竟然只要8斤，这价格未免也太便宜了。似乎是看穿了陈野的犹豫，周兰轻声解释道，我还有一桶汽油，足够到下个补给点了。之所以这么便宜还给陈先生，只是希望日后陈先生能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照拂一二。听到这里，陈野抬眼打量了眼前这位末日前的明星，瞬间便明白了眼前这位的想法。身为末日前的明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就像是黑夜的萤火虫，从他的摊位面前盘踞着这么多的好色之徒就知道了，这可是明星啊。如果不是这个车队还有一些秩序，换做其他的车队，周兰现在怕是已经……随着末日的时间流逝，原本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正在慢慢崩塌，说不定哪天就彻底回到野蛮时代。到时候他的明星光环不会成为他的保护色，反而会成为他招惹祸根的源头。楚澈和娜娜的身边已经有固定的圈子，只有这位周兰却一直游离于圈层之外。周兰这么做怕是想要寻求自己的庇护，再怎么说自己也算是一个新晋序列超凡。陈野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不够。周兰脸色微微一白，陈先生还想要什么？周兰本就没有多少物资，在他的小团队之中只有他和他的弟弟2人，之前在杏花镇的时候姐弟俩也没能搜集到多少物资，也就比其他的普通幸存者稍微强一点点而已。能拿出这一桶汽油已经是他最大的诚意了。要知道这桶汽油给了陈野，在接下来1周内如果找不到新的合适补给点，他们的这辆小汽车怕是也开不了。你把那桶油给我，我答应你的要求，以后遇到什么麻烦我会帮你。啊！周兰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英俊阳光的大男孩竟然这么不要脸，他竟然想白要自的这桶汽油。要知道不管是食物还是汽油都是十分紧张的物资，为了拿到这些汽油，他甚至差点死在诡异的手里。没想到对方张嘴就想吃白食，周兰的脸气红了，一双原本很是温和的眼睛竟然放射出一丝丝的锐利，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他想知道为什么眼前的男人可以这么不要脸，可以说出这种话。你，陈先生，你不觉得你说出这种话很过分？周兰几乎是咬着牙说这句话的。陈野脸上没有一点愧疚，或许你可以在我那里挑选一些你喜欢的衣服。还有，周小姐，如果你真的有其他的选择，你就不会站在这里。如果是在末日之前，我可能连认识你的资格都没有，但是现在可是在末日，我是序列超凡，而你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自己决定。你……周兰气的胸膛一阵起伏不定。如果是在末日之前，陈野这种人虽然长得好看，但他仍旧不会和他多说一句话，甚至双方连最基本的交集都不会有。而现在，周兰的脸气得涨红，一种屈辱感袭上这位大明星的心头，那双漂亮的眼睛微微湿润，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周兰这位末日前的大明星才咬着牙说道：好，成交。第14章，大明星后悔了。什么？姐，你把汽油给那小子了？姐，你疯了不成？那可是一桶汽油，咱们总共就2桶汽油，给他了我们用啥？不行，姐姐，我要去把汽油拿回来。周小小在知道姐姐竟然把1桶汽油送出去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可是1桶汽油，放在末日之前或许不值什么钱，但是在现代这种社会，那就是命。一旦没了汽油，这辆车就用不了，到时候姐弟俩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自然不必说。而且他们姐弟俩拥有这一辆车作为代步工具，每次搜集物资的时候还要搜集汽油，且姐弟俩都是普通人，他们俩为了搜集这2桶汽油差点就回不来了。现在就这么送出去了，
并且什么都没有换到。小小，别去，他是序列超凡，我们惹不起。听到弟弟这么说，周兰也有些懊恼，但没办法，现在是末日，他身上的明星光环早就消失了。谁知道周小小却梗着脖子说道：姐，就算是序列超凡又能如何？他不过是机械师序列，又不是楚队长那种战斗序列，我们根本没必要怕他。再说了，有楚队长在，他又能如何？说完，这位俊秀的青年笔直地走向陈野。陈野此时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没办法，周大明星姐弟俩本来就很引人注意，再加上那小子有意无意地提高了音量，似乎是为了给陈野施压。就算陈野没有刻意打听，仍旧能够毫不费力地听得清清楚楚。陈野点燃一支烟，用眼神斜睨着朝自己走来的少年，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表情。少年站在陈野面前，眼神强壮镇定。陈先生，我姐的那桶汽油。陈野对着少年脸上吐出一口浓烟，少年皱了皱眉，用手将眼前的烟雾扇开。陈野扬了扬下巴，什么都没说。少年低着头从陈野的摩托三轮车上拿下那桶汽油。就这么一个小插曲发生在车队里，所有人都看向这边，有人幸灾乐祸地看着陈野，也有人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周兰姐弟俩。在这种末日，竟然还有人敢得罪序列超凡，当真是怎么死都不知道。要知道，许多人想要巴结都巴结不上呢。整个过程，周兰都在远处看着，她并没有阻止妹妹的行动。在陈野看向她的时候，她还是有些心虚地扭过头去。对于这桶汽油被拿走，陈野倒是没有什么想法，拿走了就拿走了，又不是只有他有汽油。陈野走向楚澈，这位赤脚的气质青年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一桶汽油，我能算你便宜一些。18斤大米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们也太黑了。嘿嘿，周兰不跟你换，我跟你换，我这是在帮你，你还说我黑？陈野摇摇头，我想用一个消息和你换汽油，不值钱的消息可换不到一桶汽油，保证值钱，是对付诡异的法子。听到陈野这么说，楚澈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黑狗血虽然杀不死诡异，但能对诡异起到一定的作用。楚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瞳孔猛地放大，神情显得很是震惊，随即才喃喃道：是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虽然杀不死诡异，能起到作用已经很厉害了。这消息值一桶汽油，我还想要你的太阳能充电板，那就看你的黑狗血对付诡异的法子能起多少作用了。看到陈野只是几句话，就从队长的手里拿到了一桶汽油。周氏姐妹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个成语：惊疑不定。陈野又找到了娜娜。在这个车队之中，战斗力最强的并不是还在养伤的那位泰坦序列，而是眼前这位剑仙序列的少女。如果不是她，那位泰坦序列的傻大个怕是早死了。你打算对周兰姐他们怎么样？这是娜娜的第一句话。陈野耸耸肩，我还能怎么样？反正又不是他们有汽油。切，我才不信你呢！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鬼知道你肚子里打了什么鬼主意。少女剑仙的眼里只有3个字：不相信。得了得了，我是打算跟你换刀的。陈野把对楚澈说过的话再对娜娜说了一遍。娜娜也是同样的反应，很是吃惊的样子。陈野用这个消息从少女剑仙的手里换到了一把刀，这是一把户外柴刀，刀身加上刀柄足足有40多公分。刀柄是木柄，刀身漆黑，刀背很厚，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感。刀鞘是一个皮套子，能够挂在腰上，要用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出来，很是方便。听娜娜介绍，这柴刀是一个岛国的牌子，在末日之前，这柄柴刀据说要3000多块，在2级市场甚至要卖到5000多。当陈野看中这把柴刀的时候，娜娜脸上一阵肉痛的表情。关于黑狗血能够对付诡异这种事情，陈野并没有想要藏私的意思。现在人类在对付诡异的战争之中是明显有大劣势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人类便减员超过90%。任何一点能够对付诡异的消息都是有价值的。陈野并不介意将这个消息传出去。陈野倒是没有去大巴车那里交换物资。他虽然很想要那2度电的户外充电宝，但那泰坦序列的傻大个还没醒，没人能做主。不过此时的周氏姐弟倒是惊着了，他们不知道陈野和楚澈以及娜娜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野说了几句话，就从2人那里换到了一桶汽油以及一把户外柴刀。特别是周小小，他认识陈野从娜娜那里拿的那把柴刀，他早就想要那把柴刀了，只是娜娜的要价太高，他一直弄不到足够的物资，没想到就这么轻易的还给了陈野。周小小有些想不明白。与此同时，陈野还得到了2小袋黑狗血。车队里有2只黑狗，是幸存者养的。陈野想要拿到2只黑狗很难，但换做楚澈就不一样了。楚澈只是拿了一些巧克力和香肠，就从原主人那里换到了这2条黑狗。陈野回到自己的摩托3轮车上，自己的摊子上被人换走了几件女装。注意注意，车队15分钟之后出发，15分钟之后出发。楚澈的改装越野车上大喇叭传来消息，不少还没有结束交易的幸存者脸上明显多了一些焦急。陈野倒是不慌不忙地从车斗里翻出来一捆弩箭，这些弩箭大都是陈野自制的，制作粗糙，但总比没有好。之前手弩标配的弩箭早就被陈野用完了，现在有了柴刀，
陈野顺手就将弩箭进行了一些调整。不得不说，这个不知名的岛国品牌户外柴刀很好用。最后将调整过后的弩箭丢进装有黑狗血的袋子，将袋子口扎紧之后就丢在车斗里的一个角落。很快车队就有了动作，领头的是楚车的改装越野车，其后是娜娜的那辆，再之后就是那辆大巴车。一直到现在，陈野都没有看到第3名序列超凡。陈野就跟在这辆大巴车后面，俨然成了车队里的第4号人物。在后面就是明星周兰的车子。第15章有鬼。小小，可是打听到陈野和楚队长娜娜他们说了什么吗？周兰现在多少有些后悔，早知道事情发展成了这样，他当时就不应该去和陈野接触，把汽油送了出去，又让小小把汽油拿了回来。只怪自己当时头脑发晕，一时间有些舍不得那桶汽油。但现在事情已经发展成了这个样子，就算是想要后悔也没什么用了。陈野他们姐弟俩是得罪定了。不过当陈野3言2语之间就拿到了一桶汽油和一把柴刀，这倒是让周兰有些慌了。仅仅只是几句话就能换到这么多东西。周兰让周小小刚才去打听了，就是想知道陈野和他们说了什么才换到的物资。姐，阿宝叔这个老狐狸都说自己不知道，亏得他上次还说是你的粉丝，哼，这就是个假粉丝。周小小一边开着车一边抱怨道。李杰是大巴车的司机，那阿宝叔是楚车那辆改装越野车上的司机。楚车和娜娜的车上都是3个人，也算是各自的小团体。赵小小去找阿宝叔打听消息，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听到，这让周小小很是不满。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是不是想着得罪了那陈野，日后咱们姐妹俩没办法在车队里活下去？周兰没说话。周小小笑了笑，语气轻松地说道，怕什么？姐，咱们能活到现在全都是靠的自己，每次去搜集物资都是九死一生，这才是咱们能在车队里活下去，而且比别人活得好的原因。姐，那汽油是咱们好不容易搜集到的，凭什么给陈野啊？再说了，咱们也不用靠别人保护，咱们自己靠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周小小还很是得意的样子。你呀，周兰伸手点了点周小小的额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兰的心里一直都很是不安的感觉。陈野从楚车的手里换了汽油，加在这辆摩托3轮车的油箱之中，随着发动机的抖动，摩托3轮车启动了。今天的车队行进速度稍快，或许是为了赶上上午浪费的2个小时。陈野能看到在车队前面的楚车不时会从车里走出来，然后从地面上抓起一把沙土品尝，随后面色严肃地指明一个安全的方向。这或许就是领路人的序列。以前跟在队伍最后面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看到这一幕的，一直行进到下午的时候，楚车才宣布了车队休息的命令。陈野从摩托车的车斗里拿出物资开始煮饭，好些天没有吃大米饭，倒是让陈野有些嘴馋。今天大家的物资都很丰富，很多人在杏花镇没有出来，但出来了的都或多或少带了不少物资。一轮血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挂在了天边，或许是今天大家都有的吃，所以营地里的气氛倒显得不是那么悲伤。就在陈野吃完饭的时候，楚车的司机阿宝叔来找陈野，说铁石醒了。当陈野看到这个传说中的泰坦序列的傻大哥的时候，整个人也有些惊着了。那天看到这傻大哥的手臂是被其肩剪断的，结果今天看到这傻大哥的手臂竟然长出来了一截，这难道也是序列超凡的能力？娜娜和楚彻对于这一幕倒是见怪不怪。铁石看到陈野的时候也是微微吃了一惊，原来是你啊，那天要不是你那一剑，我怕是早死了。躺在床上的铁石微微有些虚弱的说道，如果不是你，那天我也怕是要死了。陈野实话实说道，那天如果不是铁石挡住那白衣剪刀女，今天这车队里怕是活不下来几个人。铁石，血肉泰坦序列，这是我们血肉泰坦的基础能力，血肉再生，很厉害吧？看到陈野盯着自己的断臂，眼前这傻大个一点都不忌讳，直接说道，我听说你是机械师序列，太好了，以后咱们车队里的车子坏了，终于不用直接扔了。显然这是一位话痨，废话很多。楚车告诉铁狮黑狗血能对诡异起一些作用之后，铁狮也对陈野表示了感激。车队之中遵循公平的原则，这个消息自然也是没有免费的。你想要什么？你那能充2度电的充电宝？可以，一会儿让老黎把东西给你。就这样，陈野的车队里多了一个充电宝，距离陈野把摩托车改成油电双混的3轮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的日子单调而悠闲，有时候车队是往东边行进，有时候又突然往西，有时候明明往前走了半天，结果到晚上的时候又回到了起点。开始的时候有人表示质疑，结果就是楚彻直接出来说明，如果不愿意跟着车队的可以直接离开，就再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了。车队的行进路线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根本毫无章法计划可言，只有几位序列超凡的神情多少显得有些严肃。根据楚车的说法，这些天一直有几头诡异在寻找车队的痕迹，最危险的时候诡异距离车队的距离不到3公里，如果不是领路人序列的楚车，怕是车队早就全都死光了。每次休息的时候，陈野总是会找机会砍一些树枝或者竹枝制作弩箭，有了这把柴刀，陈野制作弩箭的效率高了不少。制作好的弩箭，陈野就用黑狗血涂满箭身。目前陈野的箭袋里也有
超过100支弩箭了。只是可惜车队里的那2只黑狗，估计是被取了狗血的原因，这2只黑狗整天蔫蔫的。明天我们就能到长寿村，车队里的物资也不多了，我们打算去那个村子搜集物资。这是今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楚彻说的第一句话。听到这句话，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既惊恐又期待。除了几个序列超凡，车队里的物资确实是不多了，如果不能再次搜集物资，怕是车队都要暴动了。陈野点燃一支烟，心里默默盘算，末日里的规则，往日里越是繁华的大城市，越是被现代的人忌惮，那几个超大型的城市更是活人禁区，反而是这种小村子还有些机会。自己现在手上弩箭充足，说不定还能弄到不少杀戮值。系统之前回答过，有法子能让自己觉醒真正的序列，但是需要3000点杀戮值。就在这时候，一声惊恐的尖叫响彻整个营地。啊呦，有鬼！第16章，新的幸存者。这一声惊恐的尖叫，就像是给沸腾的油锅滴入了一滴凉水，原本寂静的夜陷入沸腾。妇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泣声以及男人的怒骂很快响起，还有人慌乱收拾东西，打算跑路。只是一个晃神的功夫，陈野就看见一道剑光直冲而出，还有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汉子直奔尖叫发出的方向。这是铁石和娜娜，序列超凡已经出动了，营地乱成一片。诡异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简直就是噩梦。周兰和周小小姐弟俩神色紧张地看向不远处的方向，脸上的表情也很是惊慌。陈野拿过手弩，装上一支黑狗血弩箭戒备。一轮血月下，不远处的树林之间隐隐绰绰，似乎是有潜藏在黑暗之中的幽深鬼影。仔细看去，那树林之中密密麻麻竟然有几10道鬼影。陈野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如果这些全都是诡异，那今天营地所有的幸存者都不可能活下来。楚彻不是能够感觉到诡异的气息的吗？怎么会让诡异距离营地这么近？就在这个时候，树林的阴影里走出一道黑影。请救救我们！一个低沉的虚弱声音响起。一道手电筒强光照射在当先这道身影身上，似乎是因为强光太过于刺激，身影抬起手挡住强光。站在手电筒强光里的人衣衫褴褛，身上不少地方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这是一个人，并非诡异。现场所有人都悄悄松了一口气，难怪楚彻没有提前发现。身为领路者序列1的感微者，楚彻能够感知大部分诡异的存在，但是对于人，楚彻的感知就没有那么明显。是人就好。紧接着第2个人跟着出现，第3个人，几10道身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这些人衣衫褴褛且神色憔悴，全都是幸存者。你们是什么人？楚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人群之前，眼神警惕地看着这些人。这位，我们是从鹿城逃出来的，鹿城已经没了。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几10道黑影传出嘤嘤的痛哭声。陈野微微一愣，随即心中一沉。鹿城虽然比不上上户这样的国际1线城市，但是在全国也算是赫赫有名的2线城市。这个城市的旅游资源最是发达，美食也很有名气。曾经陈野就想过带着女朋友去鹿城玩几天，没想到现在已经没了。虽然早有预料，上户这样的城市都成了全世界数1数2的人类禁区，鹿城自然也是避免不了。但是当听到有人亲口告诉你，内心还是会受到震撼的。鹿城也没了，完了，人类彻底的没希望了。难道我们真的拿诡异没办法吗？我就爸爸妈妈就在鹿城。刚刚冷静下来的营地又是一片骚乱。我们是从鹿城逃出来的，鹿城现在全是鬼。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眼前这些人是从鹿城逃出来的。根据这些幸存者的说法，鹿城里全都是诡异，已经成了新的人类禁区。这些人之前全都躲在一个地下车库里，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这才匆忙逃出来。本来这些人差不多有200多人，现在却只剩下几10人了。陈野悄悄靠近楚彻，老楚，这些人该不会吸引诡异过来吧？楚彻瞥了陈野一眼，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多了老楚这个绰号。楚彻不理会陈野，蹲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把土丢进嘴里，就像是在品尝绝世美味一样。大概过了10秒钟之后，楚彻这才睁开眼睛，冲娜娜点了点头。陈野明白，这应该是楚彻发动了自己的能力，察觉到这群人身后没有尾巴的意思。不得不说，这序列超凡者的能力当真神奇。楚彻就不用说了，吃土就能感觉到诡异的存在。那铁石手臂被斩断了还能长出来。记得系统说过，只要凑足3000点杀戮值，就能告诉自己觉醒序列的办法。3000点杀戮值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让你们加入没问题，但你们得守规矩。楚彻作为队长，这时候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只要我们能够活下去，什么规矩我们都会遵守的。领头的黑影连忙说道。之所以是黑影，因为这人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只能看出男女，根本看不出面貌。黑影之中有几个身材还不错的女人，将头发往耳后捋了捋。在车队活下去，只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公平。你们新加入，我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1天的食物，1天之后，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这群黑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楚彻说完这句话之后，头也不回的走了。原本车队里也有200人左右，在经过杏花镇的时候，有一半人留在了杏花镇，永远出不来。现在有了这些人的补充，整个车队的人数再次超过100。陈野深深看了这群黑人一眼，转身也回到了自己的车旁边。接下来营地就很热闹了。楚彻挑了几个中年妇女帮忙做饭。身为队长，这点权利他还是有的。饭菜很简单，就是最简单的稀粥，还有一些咸菜。很快营地就飘起了稀粥的香味。陈野躺在车斗里，裹紧身上的衣服，开始打盹。马上就要到长寿村，往日的人类聚集地，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了人类禁区。往日里越是繁华的大城市就越是危险，反而这种偏远小村镇危险相对小一些，但也不能大意。现在陈野要做的就是养足精神，等着到时候搜集物资的时候多收集一些杀戮点，最好是能一次性收集足够3000点的杀戮点，直接拿到系统给予的序列觉醒的方法。就在陈野迷迷糊糊的想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突然听到陌生的一个女生大声道：不公平，凭什么做事情的全是女人？那些男人为什么不做事？你这是在歧视女性。第17章，还是有人搞不清自己的位置。陈野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是有人开始挑事儿了。现在可是末日，竟然还有人在拿这种事情打拳。陈野3轮摩托车的后斗坐起来，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是一个身材微胖、圆脸小眼睛尖下巴的女人站在那里。似乎是因为这女人的一句话，所有人都看向了这边，陈野也不例外。这女人扫视到陈野的时候，也是丢了一个白眼。陈野摸了摸鼻子，这女人怕不是有病吧？陈野点燃一支烟，吐着烟圈，一副准备看戏的样子。反正队长也不是我，看看楚彻怎么处理好了。楚彻估计也是没想到，现在都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来这一套。楚彻好笑地看着这个女人，笑道：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公平？女人眼珠子一转，直接说道：现在都是末世了，这个时候才是需要你们男人的时候，让女人做饭，男人坐享其成。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或许是因为楚彻总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亦或者是这女人刚来到这个新环境，想要快速引起众人的注意。不管出于什么心思，反正车队里不少女人的眼神都亮了起来。特别是这群刚加入车队的女人们，不少人都悄悄地挪动脚步靠近这女人，反而是在做饭的女人们个个怒目而视，似乎是这女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样，但又似乎碍于其他原因没有说话。楚彻看了身边的娜娜一眼，娜娜丢了个白眼，抱着长剑转身离开。楚彻温和笑道：既然这样，赵大姐，你们几个先歇着吧。阿宝叔，你找几个男人过来做饭。阿宝叔点点头，转身走进幸存者人群之中，开始选人。很快，这位站出来打抱不平的女人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自己原因失去了工作的那几位并没有感激自己，反而对自己怨毒的仇视。而那位阿宝叔得到命令之后，不少男人纷纷涌了过去，举着手喊道：阿宝叔，选我，选我，我以前是厨子。女人不太明白，她明明是在为自己的群体争取利益，为什么他们看自己的眼神好像有些不太友善？不过好在还是有些人投向她的目光是友善的。女人的想法很单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聚拢一群人，最快的办法就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饭很快就做好了，饭香弥漫在整个营地。这群刚从路城逃出来的幸存者们，一个个饿得眼冒绿光。要是放在以前，这样的白粥咸菜，他们怕是看都不会看一眼。但是现在，这一碗白粥咸菜就是天下第一美味珍馐。就算是车队原本的幸存者们，也是一个个吞咽口水。要知道，车队之中很多人已经没有多少物资了，如果再不寻找物资补给点，怕是要不了多久，全都得饿死。陈也吐了口烟圈，心里来了一些兴趣。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果然，饭吃完之后，之前所有帮忙的男人们都得到了来自队长的一些薪酬。虽然仅仅只是一块小面包，却也让人眼馋不已。之前发生的女人看着这些男人们喜滋滋地拿到一块面包，整个人都呆住了。啪！一个巴掌响彻在寂静的夜里。贱货，如果不是你，那面包就是老娘的。老娘已经1天没吃饭了，都是因为你。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大妈狠狠一巴掌扇在呆愣的女人脸上。打得好，如果不是这个贱女人，楚队长也不会把机会让给别人，打死她。女人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就被另外一名大妈扯着头发。你们啊，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我们好。你这个贱女人！陈野翻身躺回自己的车里，看着满天繁星，微微亮起的火光照亮了陈野的眉眼。一轮血月就在不远处，陈野确实连将目光移过去的想法都没有。陈野也算是看清楚了，别看楚彻这家伙平日里不声不响，没想到还有这种心思。估计楚彻早就发现了车队里有人的物资已经没有了，于是给了这几位一个工作的机会。没想到突然跳出来这么一号，于是楚彻直接就来了个顺水推舟，直接对着打拳的女人进行敲打。看来这位队长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耳朵边上就是女人的惨叫声。这都末日了，还有些人没有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真是活该啊。陈野舒舒服服地躺在车斗上，在车斗上睡觉比在地上睡觉舒服多了。车队继续前进，按照楚彻的说法，还有2天时间就能到长寿村。
这是楚彻精挑细选的一个补给目标。天亮之后，陈野拿出卡式炉，点燃小火苗，拿出矿泉水，倒入半瓶矿泉水进入锅里，倒入1杯米，就盖上盖子，等待饭熟。用从娜娜那里换到的柴刀切了几片腊肉丢进锅里，倒了点油，加入前几天从路边采的野菜丢进锅里。就这样，一份野菜炒腊肉也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成型。陈野做饭的水平很一般，但能在这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伙食已经是相当难得了。新加入的幸存者们看向陈野这边，疯狂地抽动鼻子。他们今天的伙食仍旧只有白粥和咸菜，相比起陈野的伙食，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野也懒得搭理这些人，待饭差不多好了的时候，将野草炒腊肉直接倒进米饭里就开始吃。终于还是有个人忍不住了，小伙子，你能不能把你的饭分一点给我孙子？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孩子年纪小，营养不良的话对身体也不好。陈野抬起头，却见一个老妇人牵着一个小孩，正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而那个小孩却已经不管不顾地伸手了。不等陈野说什么，这小孩已经把手抓到了陈野的饭碗上，正在用力地想要抢夺过来。陈野脸上的表情一下就阴沉了起来。以前也见过熊孩子，但是没见过这么讨厌的熊孩子。我还没答应给你吃，你自己就伸手抢。饭碗在陈野的手里纹丝不动，那老妇人却像是没看到一样，看着陈野讨好的笑。给我，我要吃。熊孩子的尖叫在陈野的耳边响起，震得陈野眉头直皱。他本来就对孩子没什么耐心，特别是这种熊孩子，他就更加不耐烦了。以前满大街监控，陈野还有所顾忌，但是现在，陈野有很多种办法让熊孩子闭嘴。第18章，他是个孩子，但不是畜生。啪！这一巴掌扇得有些重，那熊孩子像是个陀螺一样，被扇得转了个圈，一屁股坐在地上，随即哇哇大哭起来。在老妇人的眼里，自己孙儿乖巧可爱，只不过想吃饭而已，只不过动手抢而已，对方又没给，这不算什么大事，这并不算什么大事。再说了，面前这小伙子这么大个人，难道还和一个小孩子计较？可眼前这个小伙子不仅仅和自己孙子计较，还伸手打了一巴掌，还那么重，那红肿的巴掌印看到老妇人心疼不已。周围不少人都看着这边，周小小一副看戏的表情看着陈野，嘴里却在对他姐姐说话。姐姐，你看这个陈野也太过分了，我们给他一桶汽油简直就是浪费，还好我拿回来了。在周小小的心里，陈野确实是有点过分，不过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不给就不给了，怎么就给对面一巴掌？在周小小的心里，对于陈野的评价又再次下调了几个等级。周兰紧张地看了看左右，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姐弟，这才用埋怨的语气说道：小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明明是那小孩子不懂事，那么小的孩子，你让陈野一个大男人怎么办？再怎么说，陈野也是序列超凡，不好得罪的。哼，小孩子也是人，又不是畜生。周兰身为末日之前的大明星，经历过的人和事比弟弟更多，这种事情如果是他自己，可能就选择给了。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一样，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只是在内心深处，周兰对于陈野更忌惮了一些，甚至还担心之前小小去拿汽油的时候没有阻止是不是错了。他可是序列超凡啊。周小小翻了翻好看的大眼睛，丢给姐姐一个白眼。你们说陈野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楚车好笑的看着这边，眼神很是玩味。铁石憨憨的抓了抓后脑勺，瓮声瓮气的说道：我不知道，不过他终究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事的。娜娜冷哼一声：孩子怎么了？孩子也是人，孩子就能胡作非为不成？末日以前，有些孩子不比恶魔可恶。铁石娜娜无言，不知道说什么。泰坦序列的超凡者总是一副不善言辞的样子。陈野淡漠的看着这对奶孙。奶奶，哇哇哇！小孩一边哭一边伸手，似乎是打算让奶奶抱。我的乖孙儿，我的可怜的乖孙儿。老妇人眼眶红红，似乎是想要把孙子抱起来，但奈何这胖小子太重，老妇人根本抱不起来，只好把乖孙子牵起来。孩子站起身来，哇哇大哭的躲在老妇人身后，似乎是觉得躲在奶奶身后有了底气，又恶狠狠地瞪着陈野。你这个年轻人，你怎么能这样？你难道就不知道尊老爱幼？你爸妈怎么教你的？你学校怎么教你的？你敢动手打我乖孙儿，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等着！陈野想都没想，站起身，抬起一脚，对准那探着头对怒视的孩子就是一脚。小孩子瞬间就和一个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壮壮！老妇人一声惊呼，哭嚎着跑了过去。孩子在地面上滑行了2-3米才停下。哇哇哇！哇哇大哭声响彻整个营地，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壮壮，你怎么样了？壮壮，我的乖孙儿！奶奶，我疼！哇哇哇！陈野这一脚根本就没有留力气，那熊孩子的面门被陈野踢出鲜血，门牙都掉了好几颗。张嘴哭的时候，门牙全都没了。老妇人看到自己乖孙儿如此模样，心都碎了。孙子和奶奶的抱头痛哭画面很快就上演了起来。那老妇人对陈野怒目而视。年轻人，他还是个孩子。陈野冷哼，有些孩子是孩子，有些孩子就是个畜生。
那老妇人没想到陈野会这么回答，一时间脸色涨红。在末日之前，他们家熊孩子闯了祸之后，他总是能拿出这句话来占些道理。有些人在他这么说之后，总是面红耳赤的忍下这口气，还有些人却是想要反驳，又不知道如何反驳。没想到在末日之后，竟然完全不管用了，或者说对眼前这年轻人不管用。刚才自己孙子去要饭的时候，他是看到了的，甚至孙子出手抢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止，满以为能利用年轻人的好心得到一顿晚饭，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不少人听到陈野这句话，心中也在暗爽。这些人是和这对奶孙一起从鹿城逃出来的，没少被这对奶孙的奇葩行为给气到。这对奶孙能活到现在，全都是一路上被人照顾着活下来的。后来大家都看清楚了这对奶孙的德行，也就没人照顾他们了。如果不是车队出现，或许要不了多久，这对奶孙就要活不下去了。我跟你拼了！老妇人似乎是觉得自己没有占到便宜，站起身就要和陈野拼命。陈野毫不客气，砰！再次一脚将这个老妇人踢飞了出去。老妇人被陈野一脚踢翻，踉跄着后退3-5米，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奶奶！现场众人都被陈野的行为惊掉了下巴。有人看向陈野的行为有些不屑：姐，你看到没有？那陈野就是个王八蛋，他竟然连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周小小连忙扯着姐姐的衣角，低声说道。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还觉得陈野是个怂包的周小小，经过这些事却有些害怕陈野了。看到陈野的目光看过来，周小小连忙避开，小心脏扑通的跳个不停。而有些人却对陈野的行为大加赞赏，没想到陈野能这么做，很符合我的胃口，像个爷们。少女见先手把着腰后的长剑，嬉笑着说道。铁石抓了抓脑袋，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口。娜娜瞟了铁石一眼，冷哼说道：你是不是说年轻人要尊老爱幼？铁石，我看你脑子里长的都是肌肉。都说泰坦序列的缺陷是智力降低，看来这个传说是真的啊。以前早上上班的时候，整个车厢至少一半全是这些抢鸡蛋的老人，上车林黛玉，下车鲁智深，每个月退休金是我的几倍，整晚广场舞不停。还有这些熊孩子，娜娜似乎是深受这些困扰，说起来小嘴巴就没停过。铁石张了张嘴，似乎是被眼前这少女一顿输出弄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嘴。楚彻拍了拍手，打断两人的聊天：好了，出发了。而陈野这边，孩子仍旧用仇恨的目光看着陈野。陈野慢慢的走过去，孩子惊恐的就要往奶奶身后躲。老妇人护着孙子，怒目而视：你想要做什么？陈野嘿嘿一笑：你是不是想着等你的儿子或者其他人回来了，你再找我算账？看老妇人和孙子脸上的表情，陈野知道自己大概猜对了。陈野继续嘿嘿笑道：现在可是末日，那些现在不在这里的人，以后或许永远都不会在了。孩子，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老妇人脸色惨白，孩子嘴巴一撇，哇哇大哭，好不伤心。车队很快就开始动了起来，陈野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开始发动摩托3轮车。经过这些天的跋涉，摩托车的汽油也没多少了。如果明天还是找不到汽油，自己怕是得用人力模式了。摩托3轮车一阵抖动之后，就开始动了起来。那对奶孙还在哭闹撒泼，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扶一下，或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话。就连昨天那个打拳女也低着头不说话，似乎是觉得这么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这对奶孙这才从地上慢慢爬起来。那老妇人不时还用一双怨毒的眼神看向陈野。陈野有所察觉，回头看去，那老妇人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看向其他地方。反倒是那小孩看到陈野看向他的时候，吓得打了个哆嗦，用一双畏惧的眼神躲开陈野的目光。第19章起雾01257。现在已经是11月初，天气转凉。陈野骑在摩托3轮车上，也能感觉到拂面的微风有些寒意。下一次搜集物资的时候，最好能够搜集一些御寒的衣物，否则到了冬天，怕是会直接被冻死。还有，摩托3轮车也需要改造，找一些合适的配件，在车斗后面加上棚顶，让车斗形成一个密闭空间。车头也要加上棚顶。前些天下雨的狼狈，陈野是再也不想感受一次了。这么算下来，需要的杀戮点就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有，现在这辆摩托3轮车的动力还是有些不足，如果能够改成3驱或者4驱，或许会更好一些。好在这一次，陈野准备了足够的弩箭，等到了长寿村大开杀戒，想必能弄到不少杀戮值。陈野的摩托3轮车虽然比不上越野车和大巴车舒适，但也比很多人强太多。昨天晚上加入的新的幸存者只有1辆汽车和2辆摩托车，剩下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甚至连1辆自行车都没有。好在车队在日常的行进之中速度并不快，就算是那些徒步的人也能跟得上。铁市的大巴车里又坐满了人。原本在杏花镇的时候，大巴车里的人近乎损失一半。经过昨天晚上的人员补充，这一次算是将大巴车直接装满。不得不说，这大块头还是很心软的。至于楚彻和娜娜的越野车，并没有收纳新人，他们2人的车内保持3人的配置。而陈野的摩托3轮车倒是被不少人盯上了。
不过鉴于陈野之前的态度，很多人对陈野心生忌惮，倒也没有生出过多的麻烦。第一天的行程就这么结束，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楚彻才带领车队寻找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一轮血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悄升天空，将天地之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血红。晚上提供的晚餐还是白粥咸菜，不过今天晚上的白粥咸菜和昨天比起来已经稀了不少，甚至能照见人影。不少人发出不满的抗议，楚彻只用了一句话回应，不满意的人随时可以离开。陈野仍旧用自己拙劣的厨艺给自己做了一顿晚餐，就算是做的不怎么好吃，仍旧有不少人对着陈野的晚餐流口水。大块的腊肉和大块的米饭让不少人垂涎欲滴。不远处还有一双怨毒的眼睛不时看向这边，每当陈野看过去的时候，只见到一张张若无其事的脸。陈野皱了皱眉，除了那对奶孙，自己应该没有得罪其他人。到底是什么人对自己如此怨恨？这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的错觉。晚上仍旧睡在车斗里，车斗里铺满了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很舒服。点燃一支烟，吐出烟圈，尼古丁缓解着一天的疲劳。已经有好多天没有洗澡了，似乎是已经忘了热水冲刷身体的舒爽感。如果能够找个地方洗澡，绝对是一大享受。要知道，在末日之前，陈野基本上每天都是要洗澡的，而现在陈野感觉到自己身体某些地方甚至都已经包浆了。不等陈野睡着，阿宝叔就来了。陈先生，楚队长请您过去开会。陈野跟着阿宝叔来到车队最大的一个帐篷里，此时的帐篷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队长楚彻、少女剑仙娜娜，还有身高2米的巨汉铁狮。铁狮那条断掉的手臂此时已经完全恢复，这就是泰坦序列的天赋能力，好强大的恢复能力。陈野，你来了，快坐。铁狮憨憨地拍了拍身边的位子，示意陈野坐下。或许是因为在杏花镇的时候，所有人在逃跑，而陈野却敢射出那一箭，导致这个大块头对陈野的感官很好。简单寒暄2句之后，会议很快开始。这群新加入进来的幸存者之中，那个叫做徐娇娇的很是麻烦。根据我所知，这人在末日之前就是网上的一个女权博主。这徐娇娇竟然已经在营地里串联了10几人，似乎是打算做些什么。楚彻给陈野倒上一杯茶水之后说道。楚队长的话慢条斯理，就像是在说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脸上的温和表情都没有多少变化。娜娜有些不满地说道，没想到现在都末日了，这些人还不消停。现在可是末日，世界和以前早就不一样了。铁狮，陈野，这事儿你怎么看？铁狮抓了抓头，憨笑道，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们的，嘿嘿。娜娜翻了翻好看的白眼，转头看向陈野。陈野嘿嘿一笑，跳梁小丑而已，现在可是末日之前，没了超凡序列，这些人怕是活不过一天。楚队长该不会是要说这个吧？陈野将楚队长的茶一口饮尽。要知道，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想要喝到一口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每次来找队长的时候，陈野总是抱着多喝一口就多喝一口的想法。其他2个估计想法也是一样，他们2人面前的茶杯也已经空了。楚彻队长就当没看见。茶叶这种物资，现在就算是他手里也没有多少。确实不是说这个，根据我的预估，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能到达长寿村。叫你们来就是想要说说明天上午的计划。听到马上就要到补给点了，几人脸上的表情都变得稍稍严肃了一些。要知道，末日之前的城镇和村子全都成了人类禁区，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危险，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命丧黄泉。比如之前的杏花镇，整个车队直接减员一半。楚彻拿出一个收音机，在所有人的眼前摆弄了起来。陈野有点懵，不是，你不是要说长寿村的事情吗？怎么突然就拿了个收音机出来？这么抽象的吗？看到陈野好奇的目光，旁边的少女剑客娜娜解释道，这是偷听收音机，编号是01257，是奇物，你可以理解成末日法宝。奇物往往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队长这个偷听收音机很神奇。少女剑客一边解释一边羡慕地看着那台收音机。编号？陈野一边看着楚彻摆弄收音机，一边好奇地问道。是啊，编号也是排名，前100名的奇物都有不可思议的能力，队长这个排名在1000名以外，就算是这样也是相当了不得了的宝贝。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第20章偷听收音机。陈野心中犯嘀咕，末日才开始没几个月，眼前这手竟然拍到了1000多号，这个编号排名是谁做的？还有娜娜这丫头看起来也就17、18岁罢了，怎么知道这么多？不等陈野想更多，楚彻已经抬起头来，眼神带着一些紧张的说道，好了，滋滋，欢迎来到公平车队频道，现在时间是2030年11月5号晚上8点35分。公平车队。陈野这是第一次听到车队的名字。根据本电台记者的报道，前方10公里就是长寿村。长寿村乃是我国一处并不知名的村庄，全国叫长寿村的村子有17处，因此并不知名。长寿村之所以叫做长寿村，是因为村子里有一老者活到127岁才去世，因此才被称之为长寿村。一阵电流的嘈杂声音之后，这台被称之为偷听收音机的奇物就在介绍长寿村的情况。这个情况也算是属实。
这处长寿村确实并不如何知名，如果真的是全国闻名的那种村子，凭借车队现在的小猫3、2只，根本就不敢把长寿村当作物资补给点。电台那边就像是真的有个电台主播在给现场所有人介绍长寿村的情况一样。陈野安静地听着，心里也是微微吃惊。城市沦陷，大部分城市都成为人类禁区，别说电台了，现在连手机都没有信号。难怪这电台能被称之为奇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偷听收音机。根据本电台记者的打听，长寿村有村民357口，112户，占地面积约2000亩。3个月前，长寿村爆发诡异，所有人全都死亡，长寿村无一活口。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冰冷的声音，所有人全都沉默了。一个300多人口的村子，竟然无一人活下来。没有人说什么。现在全世界像这样的村子简直不要太多，比如上户，一个上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能活下来的怕是还不到1%。陈野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楚队长拿出这个偷听收音机出来，想来这编号01257的奇物有搜集信息的作用。果然，接下来收音机说出的内容让现场几人都竖起了耳朵。滋滋，长寿村目前拥有比较完善的物资，其中在村子中间的大柳树下有一间小型超市，那里有足够的物资，可以重点收集。村长家的地窖里还有很多储备粮，可以次要收集。每户村民家中也拥有一部分的储备粮食。入村口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水并受到污染，可饮用。村子目前，滋滋。说到这里的时候，收音机似乎是收到了某种干扰，喇叭里发出电流声，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村子里有诡异超过100只，根据车队目前的实力，长寿村的危险评级为 SSS 级。听到收音机说完这些信息，众人心里都对长寿村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如果没有偷听收音机的信息，众人贸贸然闯入长寿村，怕是会浪费很多时间。在满是诡异的村子里浪费时间，那就是在浪费生命。只是在偷听收音机播报的全过程之中，楚彻脸上的表情一直让陈野有些疑惑。这位楚队长死死地盯着收音机，神态有些紧张，仿佛这收音机下一秒就会变成一只诡异。听到收音机播报结束，楚彻队长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楚彻转头对着陈野说道：“陈野，这次长寿村行动，你是和我们一起，还是单独行动？”陈野想都不想表示要和大家一起行动。陈野现在还只是一个伪序列超凡，并且还是辅助序列，自己单独行动那就是找死。上次杏花村的好运可不会持续第2次。既然如此，这次行动的物资我拿3成，娜娜3成，铁狮和陈野各拿2成如何？之所以这么分配，主要是楚车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不是他，整个车队的人都没了，更别提寻找补给点了。而少女剑仙娜娜为什么能拿到3成？陈野这时候才知道，娜娜竟然是剑仙序列2开封境的剑客，战斗力比起铁狮来说只强不弱。至于陈野为什么能拿到2成，那是因为陈野机械师序列的能力也是车队不可或缺的作用。陈野自然是没有什么异议，根据偷听收音机的信息开始制定计划。到了长寿村之后，楚车自然是不会行动的，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具体行动的是陈野、娜娜和铁狮。到时候先去长寿村的大柳树下的小超市，去完大柳树下的超市，再去村长家的地窖。就在大家商量的差不多的时候，突然那偷听收音机里传来楚队长熟悉的声音：“哎，娜娜那死丫头，看着长得清秀，整天像个皮猴子似的，不男不女的，要是在末日之前，肯定没人要。还有那铁狮，这傻大个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长的。都听说泰坦序列的代价是降智，但能笨到这种地步也是奇葩。那个新加入进来的家伙，性格暴躁，还有点阴沉，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这家伙末日之前肯定不是个好人，我还亲眼看到他打老人和小孩。我的老天爷，我的车队里都是什么奇葩啊！还有那女明星周兰，以前电视上看挺好看的，现实生活中也就一般般。”陈野这一刻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楚队长把收音机拿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那么紧张，原来都是有原因的。这偷听收音机不单单是会偷听目标收集信息，甚至还会偷听持有者的话语。真不知道楚队长什么时候说的这些话，结果就被偷听收音机偷听到了。于是就在大家最放松的时候，人最齐的时候，直接播放了出来。现场一片安静。其实在偷听收音机开始说话的时候，楚队长就已经拿了一件衣服盖了上去，结果就是一点屁用没有。楚队长看着现场3人的脸色，那张一直淡然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尴尬的表情。陈野，不是，楚队长这是说我性格暴躁阴沉，还说我不是好人。娜娜的脸阴沉的一痞，队长，你很好，不男不女，你是在说我？铁狮脸上一脸的委屈，队长，泰坦序列虽然不聪明，但也不算蠢啊，更不是奇葩。你这么说我，你良心不会痛吗？楚队长嘴角抽搐，刚想要解释什么，就已经看到暴躁的少女剑仙开始抽出长剑。第21章，这村子没有活人。离开了大帐篷的时候，楚队长的左右眼各有一个熊猫眼。少女剑仙娜娜一把推开陈野和铁狮，气鼓鼓大踏步的离开了帐篷。陈野丢给楚队长一个活该的眼神，直接离开了帐篷。车队很快启动，楚队长坐的那辆改装越野车在车队的最前头。
其后便是少女剑仙的那辆改装越野，再之后就变成了陈野的摩托三轮车，铁狮的那辆大巴车在最后面，在最后面的便是其他幸存者，似乎是为了早些赶到长寿村，因此今天的速度稍稍快了一些。车队很快便被拉成了一条长长的长蛇，在车队的最后面则是一些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徒步幸存者，这些人有的背着一个双肩包，有的则是什么都没有的跟在队伍身后。陈野总觉得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可每当自己回头看去的时候，却什么都没发现。几次之后，陈野也就懒得管了，点燃一支 HTS， 醇香的烟草味道弥漫在鼻尖。陈野长长呼出一口烟气。刚才在大帐篷里的时候，那偷听收音机播放楚队长吐槽的时候说过，说泰坦序列的代价就是智商下降。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每个序列是不是都要付出自己的代价？那剑仙序列的娜娜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楚队长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楚队长的代价难道就是嘴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真有些可能。还有，那偷听收音机很好用，竟然能够将长寿村的信息分析得这么清楚，这样一来就省了很多功夫，搜集物资的时候也会安全许多。但刚才那收音机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楚队长射死，显然这偷听收音机也是有副作用的。是不是每个奇物都有副作用？陈野一边在心里盘算收集到的信息，一边心里暗暗记下。他对于序列超凡的了解全是在这2天，每一点关于序列超凡的信息都至关重要。单手把着摩托龙头，陈野将吸到尾巴的 HTS 丢掉，再次点燃一支。陈野是重度烟瘾患者，上次从杏花镇搜集到的香烟还剩下不少，因此陈野根本就没有省着抽的概念。眼看摩托车上的仪表盘显示油箱已经见底了，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队伍之中传来大声的惊呼声：村子，前面有村子！老天爷，那是村子！这么多天，终于看到村子了！耳边的嘈杂声让陈野觉得有些耳熟，之前发现杏花镇的时候，同样也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楚队长的那辆改装越野车突然加速，娜娜的车子紧随其后。陈野拧了一把油门，摩托三轮车还是不紧不慢地往前突突。陈野意识到油箱里确实是没有油了，身后的大巴车一个加速，将陈野甩在身后。陈野甚至能看到大巴车内铁狮憨笑的脸，随后就是其他2辆车子迅速跟上。经过这些天的跋涉，众人的物资已经彻底见底，陈野竟然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到达村子口。看着这个村子，陈野只觉得心底一阵阵发寒。所有幸存者不管男女老少，都站在村子门口，眼神充满恐惧的同时又跃跃欲试。明明是大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眼前的村子却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仿佛阳光根本就照射不到长寿村里。明明是同一个世界，但陈野就感觉这长寿村像是在另外一个位面。看着这个村子，陈野的脸上出现一丝凝重，怎么感觉这长寿村比杏花镇还要恐怖危险几分？姐，我怎么觉得？周小小看着面前的长寿村，只觉得心里的凉气一直在往外冒，低头一看，却发现手背上已经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这村子，小小，要不咱们别去了？周兰和弟弟周小小一样的感觉，单是看着这个长寿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姐，咱们的物资也没有了，今天早上我们俩还是吃了一包泡面，汽油也没多少了。长寿村是咱们唯一的机会，如果咱们不搜集物资……周小小的话还没说完，周兰也没有说谎，弟弟说的这些全都是真的。如果再找不到汽油，等待自己姐弟的只有死亡。虽然眼前的村子不像是有加油站的样子，但就算如此，也必须要去寻找试试看。周兰不自觉地看向站在不远处的陈野，再怎么说，陈野也算是序列超凡，如果有他照顾自己姐弟，或许从长寿村安全逃出来的几率会大一些。但自己姐弟已经将陈野得罪死了。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下午4点之前必须得从长寿村出来。过时不候。楚队长戴着墨镜，手里拿着个喇叭，大声说道。每个听到这些话的人，脸上的表情都不太一样，有的脸上闪现惊恐的表情，还有的脸上出现迟疑，甚至还有人腮帮子不断的鼓动，眼神凶狠地看着长寿村的方向。从陈野现在站的地方，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长寿村中间有一棵无比高大的柳树。这棵柳树很大，甚至是大的有些不正常，那垂下的柳枝就像是女人的头发一样散乱下垂。忽然，陈野眼神微微一眯，却见那长寿村的村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一道人影。那是一个驼子，佝偻着背，手里杵着一个拐杖，努力地将脸朝向陈野等众人的方向。或许是因为驼背的原因，这人想要看清楚幸存者的方向，就显得很努力。驼子冲着众人嘿嘿笑着，笑得阴森恐怖。那是人，村口有人！妈呀，村子里难道还有活人不成？因为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影，所有幸存者都骚动了。一个不可能存在活人的地方，竟然有个活人，还是个老人，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诡异。陈野转头看向旁边的娜娜，少女剑仙脸上的表情多了一丝凝重。偷听收音机说过，这村子没有活人。第22章众生相。驼背老头慢悠悠地转过身，一步步地走向村子里。
就这样一步步的消失在所有人面前。幸存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安静的可怕。爷子，跟紧我！铁狮瓮声瓮气的说道，随后大踏步的往村子里走去。陈野将手弩牢牢的抓在手中，跟在傻大哥的身后，并没有计较傻大哥对自己称呼的改变。腰间有一个简易的箭囊，里面装的全是黑狗血浸泡过后的弩箭。背后是一个很大的背包，原本这个背包是装在自行车后面的，现在被陈野取下来背在背上。至于铁狮这个傻大哥，身上大大小小的空包数都数不过来。长寿村的路面很窄，根本没办法通过车辆，因此这一次的搜集物资只能依靠人力搬运。从村子外面往里看，能看见村子中心的那棵大柳树似乎也不太远。陈野跟在铁狮身后，警惕地看着周围。少女剑仙背后也有一个硕大的背包，右手抓住腰后的长剑，大长腿脉动间有一种很奇特的韵律。很快就有其他人跟着三人一起行动。最先跟上的是一个猥琐老头，这老头之前在杏花镇的时候就是最先行动的那个。要知道，在车队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老年人很少，这老头就是其中一个。没想到这老头到现在还活着。村子门口许多幸存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之中的贪念和犹豫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明显。长寿村这个村子一看就有问题，进去的人能不能活着出来，谁都无法保证。但是如果不进去，怕是就得不到物资的补给。在现在这个末日背景下，物资就是一切。姐，快一点，我们跟上去，我们最好离他们近一些才安全。周小小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连忙跟上。周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了上去。小小，我们……周兰还想说话，周小小已经打断道：“姐，你别想那么多，真要是出了问题，我不相信那陈也不救我们。就算他不救，那还不是有另外两个吗？我就不信他们见死不救。姐，你可是大明星。”周小小小声的在姐姐耳边说道。此时的周兰已经很后悔当初让弟弟去把那桶汽油要回来。如果当时没有要回来那桶汽油，今天面临这种情况，怕是也会多几分安全。只是事情已经发生，自己姐弟俩已经得罪了陈野，真想要得到陈野的庇护，怕是不太可能。周兰并没有弟弟那么乐观，她不时看向陈野，眼神很是复杂。孙子，你放心，奶奶去给你找吃的，你乖乖的待在外面等奶奶回来。熊孩子抱着奶奶的大腿哭道：“奶奶，我不要你去，我不要你去。傻孩子，奶奶不去，你吃什么？现在可是末世，这些王八蛋可不会同情你。”这对奶孙正是之前被陈野教训过的。这些天的迁徙，这对奶孙没有掉队，也没有被饿死，也算是一种奇迹。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车队里很多人已经认清了这对奶孙的真面目，特别是那熊孩子。每当别人有一些物资的时候，这熊孩子伸手就抢，不给就吐痰，要不就偷。被发现的时候，这老妇人就会出现说上一句：“他还是个孩子。”恶心的整个车队不要不要的。慢慢的，再也没有人对这对奶孙伸出援手，奶奶只能靠自己给乖孙子找吃的。乖孙子，你要记住，要是奶奶回不来，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是凶手。等你长大了，记得给奶奶报仇。如果不是他们不给我们奶孙吃的，奶奶根本不用去冒险。特别是那个陈野，你一定要记住那张脸，听到了吗？奶奶，哇哇！熊孩子的哭泣声听得周围的幸存者们直皱眉头。不远处的楚队长看向这边，伸手将张毯子盖在旁边的收音机上。整个车队所有的动静都逃不出偷听收音机的监听功能。刚才这对奶孙的对话，楚队长听得清清楚楚。人作孽不可活啊！楚队长叹了一口气。不远处，一个圆脸尖下巴的女人低着头，头发披散着，让人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进入长寿村搜集物资的。门口站着的人超过整个车队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只要能拿回来物资，就能在车队享受人上人的生活。对于这种情况，楚车并不禁止，一切都是公平的交易。陈野点燃一支烟，缓解心头的压力。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这种地方，但每次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仍旧是免不了心惊肉跳的感觉。香烟叼在嘴巴上，用牙齿咬着，手里抓着手弩，柴刀就挂在腰间。随着走入村子的一刹那，陈野的手背上瞬间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原本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此时却像是进入了深夜。天上的太阳仍旧还在，只是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纱布。村子里和村子外面是两个世界。小心，这是鬼域！少女剑仙紧了紧腰后的长剑，那张小脸紧绷着，脸上的表情也显得很是严肃。鬼域，一种因为某种力量而形成的特殊领域，在鬼域之中，就算是白天，诡异出现的概率也会偏高。少女剑仙解释了一句。陈野脸都黑了。不是，杏花镇都没有鬼域，怎么小小长寿村竟然还有鬼域这种东西？还是说长寿村比杏花镇还要凶？走进村子之后，陈野总觉得黑暗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一样，但往往仔细看过去，却又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一片黑暗昏沉。之前那驼背老人这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已经开始有幸存者盯上了村子门口的2间屋子。这2间屋子不大，只是那种土坯房子，破败的房子看起来许久都没有人住过。
两个幸存者一人手提着一根钢管，蹑手蹑脚地往屋子里走去。如果能从屋子里搜到半袋米或者面粉之类的，那也算是发了财。两名幸存者小心翼翼地将门推开，或许是因为腐蚀的原因，房门的锁凿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只是轻轻一推就能推开。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两人的面前，两人吞了吞口水，相互看了一眼，随后并排着走进屋子。从两人微微颤抖的腿就能看出，这两人显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陈野也注意到了这两人，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村子中心的大柳树，并不是这些民房。陈野看着两人走进那间屋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屋子就像是巨兽的血盆大口，将两人悄无声息地吞掉，没有发出一点动静。我不要死啊！我要出去！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忍受不住压力，转身就往村子口跑去。周兰和周小小姐弟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心惊肉跳，忍不住往前又走了2步。第23章，你们可曾见过那女孩？消失的两人对于队伍的前进并没有任何影响，不管是陈野义或者是少女剑仙，都没有因为这件事停下脚步。陈野几人往村中心的大柳树走去。随着越是深入村子，幸存者们心里的压力也越大，一种诡异的恐惧感笼罩在每个人的心里。村子两边有很多民房，其中很多民房的房门就那么打开着，房间里面漆黑一片。有的幸存者是打定主意想要跟着陈野等人一起行动的，但有的幸存者却是一直在犹豫。跟着一直深入村子，物资能不能搜集到更多说不定，但一定会更加危险。但如果进入民房内，肯定也有危险。其中周兰和周小小姐弟俩就是坚定的跟随派。突然，陈野的脚步一顿，眼神微微眯起，手中的手弩也微微抬起，指着前方。身边的铁狮以及少女剑仙也和陈野一般如此，三人都神色有些警惕地看向前方。是那驼背老头。说是老头，倒不如说这人像个牵线傀儡，不管是其动作还是其脸上的表情，都像傀儡。你们来了。驼背老魁的声音悠悠传来，让人听得浑身不舒服，就像是这老头专门等着陈野等人一样。身后的幸存者们更是纷纷躲在陈野三人的身后。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陈野首先发问。驼背老魁嘿嘿一笑，并不回答陈野的话，反而悠悠，我知道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大柳树下有个小超市，里面很多物资，你们可以去那里看看，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到大柳树小超市。嘿嘿，那里很多好吃的。很多。说完，这老头慢悠悠地转身离开。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段设定好的程序代码，看得人头皮发麻。就在这时候，陈野听到一声悠悠的呼唤声，救我。这声音忽远忽近，就像是。陈野脸色一变，扭头看向铁狮，大个子，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铁狮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点了点头说道，听到了，有人在说救我，是从那老头的身体里传来的。娜娜出声说道，那老头有问题。陈野想都没想，抬起手弩对准驼背老魁就是一发弩箭。为了生存，陈野这些时日可是没少练习着手弩，准头已经相当可以。带着黑狗血的弩箭正中老魁眉心，老魁的眉心升起一阵青烟，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陈野心中一喜，黑狗血浸泡的弩箭有用。与此同时，陈野的眼前也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你对驼背老魁产生了伤害，你获得杀戮值加100。还不等陈野欣喜，只见那驼背老魁怨毒地看了陈野一眼，伸手将眉心的弩箭拔出，丢在地上。那眉心的一箭竟然对他没有产生丝毫威胁。黑狗血或许有用，但作用实在是有限，甚至远不比当初在杏花镇对白衣剪刀女的那一箭。当然，那一箭之中，铁狮的功劳占一大半。动手！娜娜眼神一闪，手中长剑化作一道剑光，直袭驼背老魁。铁狮的动作稍慢一些，但此时也是浑身充满危险的气息，赤手空拳地冲了过去，就像是一台全力发动的推土机。陈野拉动弓弦，开始上弦第2支弩箭。少女剑仙手中的长剑一剑将那驼背老魁斩成了2段。不等周围幸存者欣喜，却见那驼背老魁上下2段身体竟然没有一丝鲜血流出，2段身体就像是2只猴子一样，蹦跳着闪过傻大个的拳头，爬上旁边的屋顶逃走了。2段身体，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声音从驼背老魁的方向传来，救我！声音仍旧瘆人无比。娜娜连忙拉住想要追上去的铁狮，大个子，冷静，收集物资要紧。眼前的这一幕发展很快，几乎只是一眨眼的瞬间就完成了，但是却让几人身后的幸存者们看呆了。好几人的裤裆传来一阵湿热的感觉，面对诡异，就算是无数次见过，仍旧忍不住心中生出恐惧。我不去了，你们要去你们自己去，我不去了。一个幸存者惊恐的大叫，转身跑向村口方向。我也不去了，我还不想死。紧随其后，又有2名幸存者脱离了队伍，冲向村口方向。陈野瞟了一眼跟在自己身后的周家姐弟，还是什么话都没说。不，应该是周家姐弟跟在3人的身后，似乎是察觉到了陈野的目光。大明星周兰的目光之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哀求和后悔，但又很快隐去。而周小小则是低头避开陈野的目光。3人什么都没说，看了看大柳树的方向，径直继续前进。
气氛很是压抑。村子里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在鬼域之中，一切都显得很压抑，就像是行走在另外一个位面。走着走着，突然身后传来惊恐的尖叫声：“阿紫，阿紫不见了！”三人再次回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崩溃的哭声：“阿紫不见了！阿紫刚才还在的，阿紫不见了！”呜呜呜！少女蹲在地上，哭得伤心欲绝，哭声就像是从风洞之中吹出来的风。陈野微微皱眉，这还没走到大柳树小超市，就已经生出这么多变故。长寿村比起杏花镇果然凶了不少。周兰看得心生不忍，蹲下身子安慰道：“别哭了，说不定阿紫已经回去了，我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她。”周小小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那少女疯狂地摇着头，满头黑发像蛇一样舞动。“不行，我没有阿紫不可以的，没有阿紫我活不下去。”不等众人再次做出反应，那少女站起身来，猛地冲向来时的方向。“你！”周兰想要去拉住少女，结果却拉了个空。现场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少女离开的方向。是啊，他们和那少女何其的相似。每个能活到现在的幸存者，他们都失去过亲人，有些失去了丈夫，有些失去了妻子儿女。但这就是末日，说不定今天自己也走不出这长寿村。每个人的心中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陈野点燃一支烟，缓解心里的压抑。他总觉得这些事情有些不对劲，但是哪儿不对劲，他又说不出来。当烟圈被吐出来的时候，陈野突然悠悠地问道：“你们可曾在车队里见过那女孩？”第24章大柳树小超市。陈野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在意。周小小本能地反驳道：“那姑娘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小小对陈野话就是想要反驳，没有理由。可是当周小小在搜索记忆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根本就叫不出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或者说自己从来就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周围人的脸色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周小小梗着脖子说道：“你怎么就确定没有见过那女孩子？那女孩子头发太长，根本就看不到长什么样子。”说着说着，周小小自己的声音都在慢慢降低。陈野冷笑一声，看着之前那女孩消失的地方，慢慢说道：“这里可是长寿村，在这种地方出现一个陌生女孩，还跟着我们，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事儿有问题？”周小小还想反驳什么，却被周兰一把拉住。“小小！”陈野淡淡瞥了一眼这小男孩，或者说是小女孩，明明是个女孩子，却一直女扮男装的混在车队里。对于他这么做的目的，陈野很清楚，只是一直没有点破罢了。倒不是陈野脾气有多好，一直容忍这女孩子的挑衅，只是这世界本来就没多少人了，万一遇到危险，拿着姑娘当垫背的也不错。我们还是快些行动吧，争取在下午4点之前搜集到足够的物资，离开长寿村。少女剑仙警惕地看着周围说道。一行人压下心中的不安，继续往村子里的大柳树走去。从村子外面看这棵大柳树的时候，只是觉得这大柳树很大，但当临近的时候，才发现这大柳树真的很大。3个人合抱才能将这大柳树合围。这么大的柳树，就算是在末日之前也是很少见的。这柳树莫非要成精不成？好大的柳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柳树，我的妈呀！这柳树要是拿出去卖，怕是能值不少钱。现在都末世了，谁要这大柳树？跟在队伍里的幸存者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着。绕过前面的拐角，就能看到那棵大柳树的真实面目，同时也能看到那大柳树小超市。因此，铁狮、娜娜和陈野3人的脚步就快了一些。其他幸存者虽然不知道这些超凡者为什么要来这里，但知道跟着他们行动，安全性肯定会得到大大提升。终于，当铁狮第一个走过前面的那个拐角的时候，却呆立不动了。娜娜双目一凝，铁狮发什么了？大块头吞了吞口水，声音有些干涩的说道：“娜娜，你来。”少女快走了2步，跟随着铁狮的脚步走过拐角。在陈野的视线中，少女刚刚看到大柳树全貌的时候，整个人浑身一僵，身体压抑不住的颤抖，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陈野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少女剑仙是车队之中的最强战力，就算是铁狮也逊色不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陈野端起手弩，脚步放慢。身后的幸存者们一个个眼神惊恐，连脚步都放慢了不少。铁狮、娜娜，你们看到了什么？娜娜听到了陈野的声音，扭过头看着陈野。陈野能够明显看见少女的瞳孔在放大，脸上的表情无比的惊恐，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释怀的画面。陈野，你来。陈野眉头皱紧，这2个一个个都怎么了？又不像是受到了袭击。想了想，陈野还是慢慢挪动脚步靠近。大柳树下的小超市是一定要去的，否则没有物资，在末日之下就是个死。视线缓缓绕过拐角，眼前的视野也是越来越开阔。在昏暗的天空下，长寿村外的太阳显得格外的遥远。村子中心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间有一棵很大的大柳树，几乎将人的所有视线全都填满。一根根垂下的绿色丝绦从天空落下。如果这棵大柳树是出现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又或者是在某名胜景区，绝对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如果没有那绿色枝条吊起的一具具尸体，就是一具具尸体。
垂下的绿色枝条，每一根枝条的末端都有一具尸体。这些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就像是这棵大柳树结下的果实，密密麻麻的垂在大柳树的树下。粗粗看去，至少有上百具或者200具，每一具尸体都那么被柳枝吊着，没有风，也没有任何生机。陈野现在明白，为什么之前铁狮和娜娜两人那瞠目结舌的表情，因为他此时也是如此表情。陈野吞了吞口水，只觉得浑身颤抖，喉咙发干，却是怎么都说不出话来，眼球一直在颤抖。眼前的一幕比最恐怖的恐怖电影都让人觉得战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大柳树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些人为什么会被柳树吊着？无数的恐惧和谜团冲出陈野的心头。身后传来低低的呜咽声，陈野浑身一震，僵硬的转过头，却见是周兰和周小小。这姐妹俩死死地捂住嘴巴，防止自己发出声音惊动未知的恐怖。身后一群幸存者也是如此表情，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陈野用力嘬了一口嘴边的香烟，牙齿咬的香烟的过滤嘴咯吱作响，香烟的火光照亮一小片混沌。大家别看了，收集物资要紧。陈野干涩的声音小声提醒道。就在大柳树下有个小平房，小平房旁边立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大柳树小超市几个字。木牌旁边是一个小门，小门敞开着，透过微弱的灯光，甚至能看见超市里面的玻璃柜台。大家小心点，不要惊动这些东西。陈野低声提醒。铁狮庞大的块头小心翼翼地往小超市挪去。少女剑仙手握长剑，像是一只灵巧的猫。陈野手持手弩，嘴角的香烟已经抽到了过滤嘴，却是忘了丢弃。身后的幸存者们眼神仍旧惊恐无比，但还是咬着牙跟在几位序列超凡的身后。终于是来到小超市门口，几人闪身钻进小超市内部。铁狮和娜娜分别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手电筒，超市内的环境很快就引入众人的眼帘。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乡镇超市，进门处就有一排玻璃柜台，柜台后面就是一大排货架，货架上什么都有，香烟和白酒占满了一大半的地方。右手边便是一排排的货架。对于其他的乡镇超市来说，这个乡镇超市的面积不算小。看到这些物资，现场所有人都是双眼放光。其中一个老太太藏在所有人后面，看到这么多物资的时候，腿也不疼了，眼睛也不花了，脸上全是贪婪的表情。这老太太就是之前和陈野发生矛盾的那对奶孙。或许是知道跟着超凡者肯定有收获，这老太婆就一直悄悄地跟着，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现在看到小超市里的物资，老太婆只觉得自己的决定正确无比。超市外面不知道从哪儿起了一阵风，将柳枝下的尸体吹得微微晃动。第25章，物资不够。小超市的物资很是丰富，不仅仅有很多泡面和饮料，在货架的最下层还有不少米面粮油，这对于现在的幸存者来说无疑是最稀缺的。前面玻璃柜台里还有不少烟酒，陈野想都没想，直接将香烟装进背来的袋子里。不过这一次香烟的数量还是比不上上次在杏花镇的那次。装了几条香烟之后，陈野也开始搜刮其他物资，最优先装的是大米，其次便是面粉。至于那些薯片什么的，这些东西最是占空间，性价比太低。超市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日常用品，比如扫帚和脸盆、毛巾什么的，只是这些东西没有人去拿。这一次陈野带来的背包足足有2个，陈野计划背后背一个，胸前背一个。背后的背包稍微大一些，装满也有几十斤了。胸前是个较小的背包，为的就是避免影响双手的活动。似乎也是因为这是个村子的小超市，里面没多少好东西，但村民的山货却很足，还有好些腊肉和腊鱼。陈野想都没想，直接将腊肉腊鱼准备装进背包里的时候，一个苍老的手臂一把抓住陈野手里的腊肉和腊鱼，速度只比陈野慢了一点点。陈野一抬眼，却见一张老脸对自己怒目而视。陈野想起来了，这不就是自己前段时间教训的奶孙俩中的奶奶吗？陈野眼神一冷，想都不想，一把抽出腰间的柴刀就砍了下去。这时候每一秒钟都十分关键，陈野可没打算和对方理论什么。那老妇人开始的时候还打算和人撒泼耍赖争抢一番，结果看到和自己争抢的正是陈野，心里的心气儿就一下散了。看到陈野直接掏出柴刀就要砍人，老妇人吓得一哆嗦，连忙缩回手，眼神怨毒地看了陈野一眼，这才转身去了另外一边。少女剑仙全程看到这一幕，丢给陈野一个赞赏的眼神，就赶紧忙活了起来。陈野和老妇人的小插曲也被不少人看到了，很多人对陈野的忌惮更多了一分。少女剑仙此时也没比陈野好多少，少女背后是一个比他人还高的背包，此时已经装了一小半了。看她满不在乎的样子，那背包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多大的影响。单单是剑仙少女的装载能力就比陈野要强上不少，不愧是剑仙序列2的超凡者。至于铁狮，这货现在就是一个移动补给站。之前在杏花镇的时候，陈野并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收集物资的，但是这一次却是看到了，让陈野大为震惊。这傻大个拿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袋子，这袋子的体积能装3个陈野还有富裕。很显然这个袋子是特制的，就是为了应付现在这种时候。傻大个看到什么就往里装什么，根本就不挑。各种鸡爪、
辣条、老干妈或者泡面、香肠之类的，被傻大个大手一拦，直接往袋子里倒。那种20斤一袋的大米，在傻大个的手里就像是一包薯片一样。每个人都在双眼放光的忙活着自己的事情。有些人带来的背包已经装得满满当当，但仍旧不满足，衣服的口袋里和怀里全都是各种食物。陈野看到这些人贪婪的样子，心中暗暗叹息，这里可不安全，这些人装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万一遇到危险，怕是逃都逃不掉。比如之前那和陈野有矛盾的老妇人，这老妇人此时身上背了2个背包，似乎是打算和陈野一样，胸前一个背后一个，2个背包竟然也被老妇人装了七七八八。不过这老妇人此时却坐在地上，怎么都起不来。至于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大明星此时也没了往日明星的风光，也是专注的搜集物资。大明星背上一个背包已经装满，手里的袋子只装了一小半。至于那周小小，物资也只搜集了不到一半。就算这个长寿村的小超市比一般的村镇超市要大一些，但架不住这一次来搜刮物资的幸存者实在是太多。很快这个小超市就被搜刮一空，所有货架上就连一瓶调料都不剩下，就像是被人刻意打扫干净了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收获，这就没了。有人有些失望地说道，他的背包还可以装一些，毕竟是个小超市，能有这么多物资已经不错了。看看这个超市有没有仓库，说不定仓库里还有东西。哼，这就是个小超市，你还以为是城市里的那种大仓库啊？铁狮背后那个夸张的背包也只装了一半而已，远没有达到目的。少女剑仙背后的背包也只是装了70%，还有一个背包还没有拿出来用。怎么办？这点物资远远不够啊！娜娜点了点背后的背包，显得很是不满。这次的收获远远没有达到预期。铁狮抓了抓脑袋说道，我还能装，只是这里已经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去村长家？这点物资根本就不够。陈野也有些犹豫，并不是每一次在需要物资的时候都能找到合适的物资补给点，就这么回去实在是不甘心。好不容易来一趟，要不去村长家看看？收音机里的信息说村长家还有不少物资，应该错不了。3人简单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前往村长家。刚才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很气派的大别墅，想来那里就是村长的家，距离小超市这边也并不远。听到3名超凡者打算前往村长家，有些已经搜集到足够物资的幸存者们很是不满。别去了，这村子怎么看都不对劲，不如早些回去吧。就是，这么多物资足够了，太危险了。其他手慢一下的幸存者们脸上露出不快。你们搜集够了，我们还没找到什么东西呢，要回去你们回去。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是肯定要和陈野他们一起继续搜集物资的。姐妹俩能在车队里活得还不错，就是靠着一次次大胆的冒险。眼看又要吵起来了，娜娜站出来呵斥道，还吵？你们难道忘了外面是什么？听到娜娜一说，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变。超市外面可有数百具尸体挂在柳树上。见众人不说话了，娜娜冷冷说道，要回去的自己回去，来的路你们应该都记得，不想回去的跟着我们继续去搜集物资。但是记住了，愿意跟着我们的要听话，否则到时候发生什么我们也没办法保证。说完，少女迈着修长的大长腿就往超市外走去。超市门口数百具尸体仿佛像是在看戏的观众一样，安静地看着这群偷偷闯入村子里的人。第26章诡异村子。现在是下午1点46，我们还有2个多小时搜集物资，4点之前必须要离开村子，抓紧时间，否则等天一黑我们永远都出不去。娜娜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表情严肃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不太好看。时间过得好快，到达村子的时候才11点多，现在就已经过了2个小时。陈野的心里升起一丝紧迫感。众人从小超市出来的时候，看到那诡异的大柳树，刚刚搜集到物资的喜悦瞬间变作惊恐和不安。就连傻大的铁狮也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踮着脚静悄悄地从大柳树旁经过。陈野也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紧了紧手里的手弩。当他的目光落在那些柳条吊着的尸体上的时候，心头微微一突。这些尸体好像不对劲，记得刚到的时候，这些尸体似乎不是朝这个方向的。但是现在，算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早点搜集到物资，离开这儿村子才是重点，其他的都不重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声传来，啊！尖叫声凄厉而尖锐，似乎距离这边并不远。现场众人尽皆变色。这是……周小小听出了这尖叫声，似乎是想说些什么。陈野冷喝：“闭嘴，快走！”周小小瞳孔微微一缩，显然此时的他已经惊恐到了极点。和陈野不一样，周小小在车队内的人缘还算不错，大部分的幸存者他都认识。刚才的这一声尖叫让周小小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这让周小小心里的惊恐急剧升高。好在陈野的冷喝让其恢复了一些理智。队伍快速地离开大柳树的范围，一直到离开大柳树的范围，陈野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陈野本能地往后看了一眼，刚才从小超市出来的时候，身后应该是还有一人。可就是这么往后看了一眼，陈野心里微微一突，自己的身后空无一人。就在这时候，还是周小小，此时的他用一双无比惊恐的眼神看着陈野，准确地说是
看着陈野的背后。你，陈野此时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冲头顶，一个闪身往前窜出2步，手中手弩对着身后的方向。就铁石和娜娜也都充满了戒备。结果陈野的身后除了那吊满尸体的大柳树，并没有任何异常。你们看，那是小庄，是小庄。周小小用颤抖的食指指着大柳树的某个方向，众人顺着周小小指着的方向看去，那大柳树的树下吊着一具尸体。这件事本没什么稀奇，大柳树下有超过100具尸体。当众人看清这具尸体的时候，每个人的心跳都猛地加速狂跳起来，陈野的瞳孔也是瞬间缩成针尖大小。这人正是之前跟着众人一起进入小超市的幸存者之一。这人陈野虽然不太熟，但还是认出来了，这人就是刚才跟着几人进入小超市的幸存者之一。刚才跟在陈野身后的就是这个人。那吊在大柳树下的尸体身上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从众人出小超市到现在也就1分钟不到，结果他就成了大柳树下众多尸体之一。饶是陈野已经自认为心智坚强，也忍不住心中发寒。这大柳树绝对有问题，这人为什么会被吊在大柳树下？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野想都不想，直接抬腿就走，一个字都不想说。救人！别开玩笑了，这已经不是第一天末日。就算全世界遍布诡异，人类仍旧对诡异充满惊恐和畏惧。没有人去管那个1分钟之前还是同伴的尸体，所有人都加快脚步想要离开这里。与此同时，陈野心里对觉醒序列的欲望更强了。只要3000杀戮点，陈野一定会从系统交换觉醒序列的法子。在这个末日世界，只有觉醒序列才有活命的办法。娜娜此时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身为剑仙序列2的超凡者，她的五感60早就超越了一般人，但是她仍旧没察觉到那个幸存者是怎么被吊上大柳树的。整个村子就像是蒙上了一层灰。此时的村子外面仍旧艳阳高照，但是村子里面却阴沉晦暗，这是完全2个不同的世界。众人大踏步地离开大柳树下的小超市，脚步匆匆。我的物资够了，我不想去找了，你们自己去吧。一个幸存者突然说道。说完这句话，这个幸存者连滚带爬地跑向村口方向。陈野分明看到这个幸存者的背包只装了一半的物资。我也够了。很快有另外一个幸存者跟着前面那人跑了。铁石、娜娜和陈野3人并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看了一眼，便继续疾行。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也很是心动，长寿村实在是太危险了，比之前在杏花镇还要危险许多，或许下一秒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但姐妹俩看了看自己目前搜集到的物资，如果这时候出去，想必这点物资活不了几天。姐妹俩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犹豫和惊慌。姐，我们跟着去吧。再怎么说，跟着他们总好过我们自己出去。周小小小声说道。周兰没有说话，眼神之中只有一丝担忧。长寿村村子不大，想要找到村长家也并不难，只要看村子里那间最大最好的房子就是了。而且偷听收音机里面的信息也提供过帮助。就是这里了。众人终于来到了一个大房子前面。这个房子比起其他的房子明显要气派许多。这是一个上下3层的小高楼，大大的落地玻璃窗和其他民房看起来有很大区别。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辆黑色轿车，只是这院子看起来似乎很久没有人来了。房子的外墙爬满了绿色植物，那大大的落地玻璃窗本应该是洒满阳光，但此时却是灰蒙蒙一片，总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像是有某种诡异的生物就藏在这些灰蒙蒙的大窗户前面，在窥探这一群人。只要是个正常人，面对这样一栋诡异的宅子，怕是只想离得远远的。第27章继续搜集物资。3人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一丝警惕和忌惮。这一次长寿村的危险程度比起杏花镇要强上数个等级，这还仅仅只是一个村子而已。进去吧，时间不多了。陈野弹了弹烟灰，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铁石背着硕大的背包，一言不发，大踏步走进院子。娜娜迈着大长腿，马尾在背后摇晃，紧随其后。陈野深深吸了一口烟，抬了抬手弩，紧随其后。周兰刚准备进去的时候，却见一个微微佝偻的身影比他们姐妹还快，紧紧跟在陈野身后。年轻人懂不懂什么叫做尊老爱幼？周小小一看，正是之前和陈野发生矛盾的那个老太婆，顿时就气得想要骂人。周兰伸手拉了一下准备和老太婆争论的妹妹，示意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周小小这才气鼓鼓地憋下这口气。村长的大房子如果只看外观的话，比其他村民的房子要气派很多，室内的装修也比其他村民豪华不少。进门就是一个硕大的欧式真皮沙发，看起来很是气派。沙发中间是一个大理石茶几，石材的纹理看起来自然清晰。如果是在末日之前，这套沙发和茶几不管真假，价值都不菲。手电筒在室内扫视一圈，室内的环境都被看在众人的眼中。大家四处找一下，谁找到物资说一声。时间不多了，动作要快。娜娜的手电筒在四周不停地照射。众人第一个搜寻的地方自然是厨房。村长家的厨房很大，足足有近20平米，
比很多大城市牛马租的出租房还要大。众人很快就在厨房内找到了面粉和大米，以及2大包挂面，还有一些其他食材。虽然有所收获，但是这点收获并不足以满足众人。偷听收音机里说过，大柳树小超市和村长家有足够的物资，如果仅仅只是这些的话，怕是完全不够。众人还在锲而不舍地搜集，很快就有人上了2楼和3楼。只可惜2楼和3楼并没有什么收获。2楼是一个大客厅，大客厅的中间是一个台球桌，台球桌两边是一排沙发，外加2间卧室。3楼则是一个茶室和一个卧室，再没有其他。在这2层并没有找到一星半点的物资，倒是找到了不少衣物和包包，其中还有不少奢侈品。想来这个村长在村子里没少捞钱。在末日之前，这些东西可都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现在却没有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甚至在幸存者的眼中，这些奢侈品怕是抵不过一块面包。陈野倒是在3楼的衣柜里发现了一块电子表。末日之前，这些电子表很流行，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买一块电子表戴在手腕上。比起一般的传统机械表，电子表的功能强大，有很多有趣的功能，还能和手机联动，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末日之前，这块电子表至少也要7、8千，陈野是一定不舍得买的。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发现了。这表以前我也有一块，只是现在都是末日了，没办法充电，就只能当废品了。娜娜看着陈野手中的电子表，有些遗憾地说道：无所谓，就当是人类文明的纪念品了。陈野耸耸肩，直接将这块电子表塞进怀里。等到时候从楚彻手里换到太阳能充电板，这块电子表说不定就能用了。在末日里，任何物资都有它自己的作用，更何况是一块能够计时的电子表。众人在2、3层什么都没找到，只好下楼。此时已经2点半了，还剩下1个半小时就要离开村子。到了1楼，众人不甘心地再次寻找了起来。这里！一声惊呼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众人纷纷看去，却见一位戴眼镜手持钢管的少年惊喜地指着一个楼梯口旁边的一个地门。此时地门已经被打开，黑漆漆的洞口就在少年手指的方向。这里有地下室！娜娜一个闪身就到了少年的方向，其他人也都围了过来。几道手电筒的光照射向地下室，只见地下室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村长家里怎么会有地下室？这有什么稀奇的？一般的别墅大部分都有地下室，该不会村长把屋子都藏在地下室了吧？有可能，要不下去看看？你怎么不下去？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但是谁也不敢下地下室。一般地下室代表着密闭的空间，很多恐怖电影里的恐怖桥段都是发生在地下室。大家虽然有所猜测，但要是真让他们下去，却是谁也不敢的。陈爷也皱起了眉头，很显然地下室肯定有东西的，我先下去看看。娜娜二话不说，当先跳了下去，能看见手电筒的光在地下室内晃悠。很快下面就传来了少女惊喜的神色。陈爷，铁狮，这里有好多土豆。好多。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脸上都出现了惊喜的声音。我下去看看。之前那发现地门的少年连忙说道。不等众人反应下来，少年第一个跳了下去。姐，你在上面看着，我下去。周小小紧跟少年身后。很快，一个个幸存者接着一个幸存者都跳了下去，就连那老太太也毫不迟疑地跳了下去。那灵敏的动作丝毫不逊于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末日，物资就是一切。陈爷，铁狮，你们俩别下来了，就在上面守着，我装土豆，你们在上面接着。好。很快，一个装满了土豆的背包就被少女递到了地洞门口。铁狮单手趴在地洞口轻松接住。如果这个背包让陈野来接，怕是没这么轻松。很快，又有一包装满了土豆的大包被铁狮单手抓住送了上来。周兰也在一帮忙。谢谢铁狮大哥。这是周小小甜甜的感谢声音。陈野手持弩箭就守在铁狮旁边，一滴冷汗顺着陈野的额角滑到下巴，最后滴落在地面上。此时在陈野的瞳孔之中，一个佝偻的身影就站在1楼的大门口，就那么诡异的微笑着看着这群人。嗖，手中弩箭发射。铁狮听到陈野发射的声音，浑身紧绷地转过身来，警惕地看着四周，却什么都没发现。野子，你看到什么了？旁边的周兰也是一脸惊恐地四处打量。没事，铁狮，快点儿，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快点离开这里。铁狮左右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嘟囔道：爷子，人吓人会吓死人的。说完，这傻大个继续开始从地洞往外接土豆，只不过动作快了许多。只是陈野脸上的紧张感并没有半点松懈。刚才弩箭发射之后，陈野的系统收到了提示，你对驼背老魁产生了伤害，你获得杀戮值加100。第28章物资丰富。地下室或者说是地窖里储藏的物资之丰富，远超众人的想象。陈野猜测，或许是长寿村村长早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于是就在家里的地下室储存了一些物资。根据下去的人传上来的消息，地窖里不仅仅只有土豆和红薯，后面还发现了不少罐头和大米面粉。这时候陈野才意识到，楚队长的那个偷听收音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物。如果没有偷听收音机的信息，想要找到这么多物资，没有1、2天是不可能的。地窖里不时传来惊喜的欢呼声。赵大妈，你赶紧上来，
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戴眼镜的青年趴在洞口，对还在地窖里装土豆的老太婆急促道。陈野这时候才知道和自己发生矛盾的这对奶孙，奶奶姓赵。小夫，你再等大妈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多物资，这一次不装多一点可惜了。地窖里传来老太婆的声音。戴眼镜手持钢管的年轻人大概也就20岁左右，看起来大学还没有毕业，眼神里经常露出专属于大学生的清澈。之前发现这个地窖就是这个幸福的大学生。这对奶孙现在在车队里已经是人见人厌，只有这个大学生还搭理他们。其他的幸存者们已经从地窖里爬了出来。之前从小超市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背包只装了一半，而现在每个人的背包都是鼓鼓囊囊，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很多人为了装这些物资，干脆将之前在小超市找到的零食都倒出来，全都装的土豆、红薯、大米和面粉。毕竟比起薯片和辣条，村长家的物资更有饱腹感，更适合在末日下生存。还有人将上衣脱下来，装满了物资抱在怀里。铁狮背后那个夸张的大背包，此时已经装得满满当当。铁狮背着这个大背包，就像是背着一座小山，看得让人咂舌不已。这种背包，怕是也只有铁狮这样的傻大个才能背得起来。这货不单单背上背着小山一样的大背包，怀里还有好几个大包裹，看样子里面也装了不少物资。就连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身上也是装满了物资。周兰胸前背后各一个包，手上还提着一个包。周小小身上的物资也不比姐姐周兰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反而娜娜和陈野两个人身上的物资算是少的。时间不早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陈野催促道。娜娜看了一眼手上的腕表，脸上的脸色也变得紧张起来。还有40分钟到4点，我们必须在40分钟之内离开村子。走！众人纷纷加快脚步离开村长的屋子。只有陈野眼神警惕地看着四周。这一趟的行程未免也太顺利了。这种顺利让陈野的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总感觉有大恐怖在前面等着众人。你们等等我啊！地窖里的老太婆似乎是听到了众人打算离开，焦急的声音从地窖里传来。除了那个叫做小夫的大学生，没有人理会这老太婆，不少人的脸上的表情还带着一丝幸灾乐祸。或许是祸害刘千年，这老太婆在善良大学生的帮助下，还是从地窖里爬了上来。待陈野看到这老太婆身上的物资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了一下。这老太婆全身上下全都是物资，背后一个很大的背包不说，双手各提着一个大包裹，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包裹。比起其他幸存者，这老太婆搜集到的物资竟然是最多的。看到其他人看到自己的眼神，这老太婆还微微有些得意。不要以为老头老太太的体力就不好，比起996福报的年轻牛马，这些老头老太太的精力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信去看看商超的抢鸡蛋现场，又或者是某些旅游景点。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带这么多物资，无疑与找死没什么区别。陈野没理会这老太婆，眼神警惕地四处扫视。刚才的那驼背老魁，现在竟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走吧。少女剑仙娜娜手持长剑走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大块头铁狮。奈何铁狮的背包实在是太大，在出门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直接将村长家的门暴力拆卸之后，才顺利将背包带出房间。院子里和进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那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安静地停在院子里。陈野倒是想把这轿车带出去，如果能带出去的话，改装自己的那辆摩托3轮车肯定能有大作用。奈何能力有限，只能以后寻找机会了。众人顺着来时的路开始往回走，天空仍旧灰蒙蒙一片，村子外一轮灰蒙蒙的烈日就那么高悬着。所有人都没有说话，但气氛明显比之前好太多。只有娜娜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查看手腕上的腕表。在少女剑仙的心中，她的预感和陈野也一样，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每次搜集物资都是九死一生，而这一次却显得格外的顺利。不对，突然那双大长腿停住了脚步。铁狮也是一个急刹车，背后的硕大背包一个趔趄，好在傻大个的力量惊人稳住，才没摔倒。陈野手中的手弩瞬间被抬起。怎么了？这条路我们走过。少女指着路边一个开着门的民房说道。这个民房很熟悉，之前就有人进入这栋民房没有出来。现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陈野点燃一支烟，火光微微亮起，照亮陈野的双眸，皱着眉打量眼前的环境。虽然陈野有些路痴，但眼前的环境怎么看怎么眼熟。前面就是大柳树。一个颤抖的声音突然响起，声音之中透露着无穷无尽的恐惧。众人一惊，连忙抬头看去，却见一棵无比硕大的大柳树就那么立在不远处，一个拐角之后就能看到大柳树小超市。按照道理，这大柳树应该是在众人的背后才对，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前面？每个人脸上的血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搜集到物资的兴奋正在消失。我们走错方向了。娜娜看了一眼手上的腕表，那张小脸上的表情无比严肃。还剩30分钟，我们往回走，快一点还来得及。第29章长寿村大逃杀1。众人忌惮地看了一眼大柳树，转身向村口的方向快步离开。只是这一次，大家脸上的表情都变得严肃了许多。
之前还有人小声说这些什么，这一次却是所有人都沉默地闭上了嘴。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担忧，脚步不由得快了几步，想要距离陈野他们这群序列超凡近些。在末日环境之下，幸存者们只有从序列超凡的身上才能获得一些安全感。每个幸存者此时的心思也是各有各的想法，陈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这次长寿村之行怕是没这么简单，很快就验证了陈野的猜测。当众人再次看到那高高的大柳树的时候，众人一时间沉默，有些人的声音之中已经带着哭腔。怎么还是这里？我记得我们明明往相反的方向走的，难道是鬼打墙？不，我记得我们是背对大柳树的，为什么又回来了？他妈的，老子在路上没死，怎么可能被这小小的村子困住？一时间众人喧嚣不已，眼神惊慌而惊恐，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3名序列超凡。铁石吞了吞口水，眼神慢慢变得凶厉起来。他妈的，肯定是有那大柳树在搞鬼，我们干脆把那大柳树砍了。泰坦序列的超凡者平日里看不出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但一旦进行战斗的时候就会变得凶狠残暴好战。傻大个，别着急，事情还没搞清楚，不要失去理智。陈野，你怎么看？长腿少女将目光投向陈野。此时的少女心里也没什么好法子，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再无法出去，怕是会遇到很危险的事情。之前进来的时候，楚彻说过4点之前一定要出去。按照车队的规矩，如果楚彻4点钟还等不到陈野，他很有可能带着车队离开。没了领路人带队避开那些诡异，陈野这些人想要在末日生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陈野狠狠吸了一口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还剩下多久？娜娜看了一眼手上的机械腕表，还剩下20分钟。我们再试一遍，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会回那大柳树。现在也只能如此。这一次，众人再次朝着大柳树相反的方向离开。这一次，众人的脚步加快了许多。当众人再次看到那无比高大的大柳树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很多人的眼神之中已经带着绝望。这怎么可能？大柳树还是大柳树？为什么我们就是走不出去？难道这一切都是大柳树搞的鬼？一个幸存者双眼赤红地瞪着陈野，你不是说背对着大柳树就能走出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为什么？之前陈野对长腿少女说的话被这幸存者全都听见了，现在再次回到这里，这幸存者就把责任怪到陈野的身上。你们这些序列超凡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还不能带我们出去？你们这些废物，快点带我出去，我还不想死。双眼赤红的幸存者说到后面的时候已经有些歇斯底里的味道。有些发了疯的幸存者死死地瞪着陈野，一步步走向陈野。如果下一秒陈野不能将他带出这里，他就打算对陈野出手。陈野眼神冰冷，左手已经抓向腰间的柴刀，他不介意给这个失去理智的幸存者一些血的教训。砰！一条粗大的大腿狠狠踹向发了疯的幸存者，将这名还算强壮的幸存者踹飞10几米，在地上离出一道深深的痕迹，生死不知。出手的是身材高大的铁狮，就算是身上背满了物资，仍旧不影响其战斗力。这就是序列超凡的能力。一向憨厚好欺负的铁狮阴冷地说道：想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那双如狮子一样的眸子在其他幸存者的脸上扫过，其他幸存者噤若寒蝉，纷纷避开铁狮的眸子。铁狮知道陈野是个辅助序列的序列超凡，战斗并非是他擅长的事情，因此这才出手替陈野出头。长腿少女仿佛对眼前的一幕视若无睹，只是目光严肃地看向眼前的大柳树，神态无比慎重。看来我们不得不去会会那大柳树了，否则我们怕是无法出去。嘿嘿，终于到了战斗部分，太顺利的话，未免有些太无聊了。铁狮舔了舔嘴唇。每个泰坦序列的超凡者听闻战斗的时候，总是会兴奋莫名。陈野也没有说话，只是再次检查了一番手中的手弩，这才是他最大的依仗。铁狮大踏步地走向大柳树，眼神之中满是兴奋，和之前那个憨厚的大块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就像是在这庞大的身体里拥有2个人格。长腿少女紧随其后。至于被一脚踢飞的那名幸存者，并没有人多看一眼。周兰和周小小姐妹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畏惧和担忧。姐妹俩也意识到序列超凡似乎没那么温和，之前得罪了陈野，或许是姐妹俩做过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嘿嘿，你们别去大柳树，危险！嘿嘿。就在这时候，却见一个驼背身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所有人的前路，是之前的驼背老魁。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不能去大柳树？陈野拦住想要出手的长腿少女。驼背身影嘿嘿一笑，嘿嘿，你们从我家偷了那么多物资，还问我是谁？你是村长？这驼背老魁竟然是长寿村的村长，这倒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是我，也不是我。嘿嘿，为什么不能去大柳树？陈野继续问道。诡异有很多种，很多诡异已经没有了人类正常的情感，只剩下单纯的杀戮。有些诡异则还保留着部分的人类情感。遇到一个可以交流的诡异，陈野不介意多沟通2句，获取一些信息。
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年轻人，你难道觉得我会害你不成？驼背老魁努力地抬起脑袋，一双浑浊的白色眼睛就那么看着陈野，那双眼睛里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恐怖在酝酿。就在交流的时候，陈野的耳朵里总是能听见若有若无的求救声。告诉我，我们如何出去？嘿嘿，你们出不去就留下来陪我吧。嘿嘿，装神弄鬼。长腿少女长剑出鞘，嘴里念念有词，左手捏了一个剑指在长剑上一拂。只见原本普通的长剑瞬间在表面浮动一层流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剑身流转。死！一道剑光直冲驼背老魁而去。嘿嘿，驼背老魁一声冷笑，显然早有预备，身影敏捷，如同猿猴避开这道剑光。只是剑仙序列2的剑光并不是那么好避开，剑光斩在驼背老魁的驼峰之上，老魁上半身的衣物化作片片碎片纷飞。众人这时候才发现，那驼背老魁的驼背竟然是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性人头。第30章长寿村大逃杀2，驼背老魁背后的驼峰竟然是一颗披头散发的女人头。如此一幕让现场众人只觉得毛骨悚然，就算是长腿少女手中的长剑也是微微一顿，有些乱了节奏。救我！救我！那驼背上的女人头似乎是被惊醒，努力地转过头来看向众人，嘴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陈野终于明白了，原来之前听到的求救声就是这女人头发出来的声音。仔细看去，这女人头竟然是之前跟随着众人一起进入长寿村的幸存者之一。这女人因为胆子比较小，在很早的时候就脱离了队伍，寻到其他的物资出了村才对。怎么现在变成驼背老魁的一部分？陈野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往头顶上冲，背后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陈野想都没想，直接抬起手弩对准那驼背老魁背后的女人头就是一剑。驼背老魁根本就不理会这一剑，翻身跑进旁边的民房，弩箭落空。长腿少女柳眉倒竖，一双好看的眸子已经是隐含煞气，用长剑割破手指，一滴嫣红鲜血出现在指尖，但很快被长剑吞噬。此时的长剑就像是活物一样，发出阵阵剑鸣。随之长腿少女嘴里念念有词：赤痕为气，剑破通身，影无精血，名啸三魂，破虚斩妄，裂破分神，九霄龙吟，万仞归真。破！随着每句话的念出，陈野发现那长剑显然越来越是锋锐。就在这时候，长腿少女双手持剑，对准驼背老魁逃进去的民房狠狠一斩，一道剑气脱剑而出，剑气纯白之中带着一丝血气，让人心惊胆战。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剑气！陈野心中暗暗心惊，饶是这道剑气的目标并不是自己，陈野也觉得眼睛微微刺痛。在陈野惊骇的视线之中，那锋锐的剑气像是切豆腐一样，从那民房的中间划过，直冲远方而去。一道恐怖的痕迹就在民房的腰间。轰隆隆，随着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这间民房就像是失去了支撑的骨牌，缓缓坍塌。现场的幸存者们瞠目结舌，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样。只有铁狮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少女已经出现在坍塌的民房中间，一双锐利的目光在残垣断壁之间寻找，长剑之上还残存着点点剑芒，显然还有余力。陈野也是举着手弩戒备。半晌之后，少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之前那驼背老魁却毫无踪迹。少女的脸色很是不好看，显然驼背老魁已经消失。而此时所有的幸存者们都用一双惊恐敬畏的眼神看向长腿少女。以前只是听说序列超凡，而现在众人已经明白什么叫做序列超凡，这种能力已经超越了人力的范畴。包括陈野之前在杏花镇见识过铁狮的泰坦序列，能变身3米高的肌肉巨人已经让陈野很是震惊了。没想到这长腿少女竟然还会剑气。再次走过那个拐角，那棵诡异的大柳树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高大的大柳树就那么耸立在村子广场的中间，一条条柳枝从天降落，就像是一条条毒蛇一样缠着枝条尾端的尸体。超过100具尸体就那么被吊在树下，就像是大柳树的果实。再次面对这诡异无比的大柳树，众人的心中还是发毛。不少人开始往长腿少女的身边聚集，看来少女之前那一剑让很多人对其产生了信服。还有一些人聚集在大块头铁狮的身边，反而陈野的身后空无一人。很显然，陈野这个辅助序列并不是那么值得信任。尸体好像变多了。陈野目光一凝，声音有些发寒地说道：记得之前来到大柳树这边的时候，大柳树下的尸体好像并没有这么多，而现在明显多了一些。不对，这些尸体怎么看起来有些熟悉？当陈野看到这些新出现的尸体身上都带着各种背包的时候，陈野只觉得心里发寒。这些尸体是车队里的人，是之前跟着他们进入长寿村的人。不是尸体变多了，而是从进入长寿村开始就没有人再出去过了。这些人是之前想要离开的，他们现在全都在这里了。长腿少女清冷的声音传来：那是老刘，他不是走就出去了吗？我的天，还有小张、小曾、小钱，他们竟然……这大柳树到底是什么鬼？周围幸存者们的声音惊恐又无措。
新出现的尸体里有很多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人，有些人甚至和他们相熟。眼看着自己熟悉的人落得这个下场，不害怕是不太可能的。刚才陈野还觉得这次长寿村之行是不是太过于简单，此时看到这一幕，陈野只觉得长寿村的烈度远超杏花镇。从他们进入长寿村那一刻开始，就没有活人离开过村子。可恶！长腿少女死死地咬着牙，手中长剑紧了又紧。他妈的，装神弄鬼，看我去把他砸烂！铁石卸下背上的小衫，大踏步地走向大柳树。每走一步，铁石那本来就夸张的体格进一步膨胀。先是那双大腿急速胀大，将身上的牛仔长裤撑成了短裤，脚上的一双靴子成了拖鞋，身上的 T 恤变成了紧身衣。只是几步距离，原本2米的夸张体型变得更加夸张。陈野没有阻止铁狮的鲁莽行为，既然大柳树不让自己等人离开，那就只能毁了这大柳树。铁狮这傻大个试试也是一种方式。突然，陈野看到远处的一具尸体动了动，僵硬的脑袋慢慢转向大块头这边。铁狮的行为就像是一颗被丢入湖面的狮子。傻大个，小心！陈野已经抬起了手弩，对准一具正在活动的尸体。第31章，周小小，我不信他见死不救，怎么还没有人出来？现在已经3点多了，距离4点还有半个小时不到。这村子到底什么情况？难道他们全都死了？不可能，他们有3名序列超凡，怎么可能死？从陈野3人带着其他搜集物资的幸存者进入长寿村开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从村子里出来。这种情况是很反常的。之前在杏花镇的时候，也是有幸存者陆陆续续的逃出来的。有些幸存者得到足够的物资之后就会先回来，有些幸存者晚些得到物资也会晚一点出来。而自从幸存者们进入长寿村之后，就没有一个幸存者出来。这种诡异的情况给每个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饶是一向胸有成竹的楚队长，此时的心里也有些不安。留在长寿村外面的幸存者们也出现了一些骚动。这些没有勇气去搜集物资的幸存者们，有些是因为自身体力的不足，自觉无法搜集到物资，还有些是不敢面对诡异，转而期待从他人处获得物资。一旦有人得到充足的物资，这些人会拿出对等的价值来从这些人的手中交换到物资。这些现象在车队里屡见不鲜。只要是双方自愿，楚车根本就不会去管这些事情。这也是车队之中其他人的生存法则。进入村子里搜集物资的人也是这些人的希望。但是从上午开始，就没有一个人带着物资从村子里出来，这就让很多人心中生出不安的感觉。楚彻看着被灰雾笼罩的村子，早上11点刚到这边的时候，楚彻还能勉强看到村子里的情况，而现在村子里的情况已经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黑乎乎的朦胧景象，甚至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这让楚彻很是不安。不远处，一个女人眼神疯狂闪烁，这女人正是徐娇娇。上次被楚彻小小教训了一次之后，徐娇娇在车队里的存在感就老实了许多。但如果以为这女人什么都没做，那倒也是不可能。经过这段时间的串联，徐娇娇已经联系了很多姐妹。徐娇娇心中已经开始计划，如果没有人从长寿村出来，那也不会坐以待毙。根据她的了解，那位楚队长虽然也是序列超凡，但似乎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徐娇娇在心中暗暗计划，如果4点钟一到还是没有人出来的话，就在村子外面的车队隐隐有些担忧的时候，村子里面的情况显然已经极度危险。大柳树像是被激怒了的怪兽，无数被柳枝捆绑着的尸体开始复活，一双双充满邪恶欲望的浑浊眼球看向幸存者们，就像是在看一只美味的烧鸡。数百具尸体在同一时间激活，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看丧尸电影里的场景一样，让人觉得浑身战栗。一具被柳枝缠绕在颈部的尸体像是提线木偶一样冲向铁狮，一具尸体动了，其他的尸体也都开始行动了。这些尸体被柳枝操控着，就像是小孩子手里的飞机，凌空发动攻击。滚开！铁狮本打算冲向大柳树，凭借他的力量摧毁这诡异的大柳树，或许这才是离开长寿村的法子。但眼前的尸体越来越多，硕大的拳头轰在一具尸体身上，将尸体轰得凌空暴退。只是一瞬间，那尸体重新再次扑了上去，铁狮的拳头竟然对那尸体没有产生任何杀伤力。要知道，铁狮的一拳能够将一个成年男人轰爆，却对尸体没有任何影响。看到这一幕，陈也只觉得心里发寒。这些尸体显然比不上驼背老魁和白衣剪刀女这种，但仍旧如此难缠，这让陈野的心慢慢开始往下沉。可很快就又有其他尸体冲了上来，一具尸体已经扑上铁狮的后背，张开嘴就准备咬向铁狮的后脖梗。嗖！一支浸泡过黑狗血的弩箭插入尸体的背部，嗤！一阵白烟升起，尸体痛苦地从铁狮的背部离开。你对尸魁产生了伤害，你获得杀戮点加100，有用。原来他们叫尸魁。不等陈野欣喜，却见那插着弩箭的尸魁再次对着陈野扑了上来。不等尸魁临身，陈野已经闻到了一股子腥臭的气息。长腿少女左手剑指拂过剑神，嘴里念念有词，黄光淬刃，照彻幽冥。开！少女的长剑流转银光，
一剑斩向尸魁，尸魁化作两段落在地上。饶是如此，化作两段的尸魁仍旧挣扎地爬向陈野。这尼玛！陈野只想骂人，没想到尸魁也这么难以对付。啊！一声惊恐的尖叫，在陈野不远处的一名幸存者已经被几名尸魁抓着飞上了天空，鲜血很快就洒满了地面。尸魁本不能飞，但是被柳枝牵引的尸魁是可以飞的。小夫，小夫，救救我！身上装满了物资的老太婆竟然还没有死，虽然因为物资装的太多，有些行动迟缓，但还在努力的一直在尸魁的攻击下左躲右闪。刚才那些尸魁本来是想要对付他的，结果旁边一个幸存者不注意，被老太婆推了一把当了替死鬼。这一幕周围不少幸存者都看到了，对老太婆更是厌恶和愤恨。只有那傻乎乎的大学生没看见。可此时那叫做小夫的年轻大学生也是自身难保，手中挥舞着钢管，正在和一个尸魁搏斗，眼看下一秒就要活不成了。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此时也是狼狈无比，一头头尸魁可以从任何方向向幸存者们发起攻击。周兰的明星身份在这些尸魁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当看到刚才还在自己身边的幸存者被尸魁们惨叫着抓走的时候，姐妹俩心惊胆战。姐妹俩之前还打算靠着铁狮和娜娜两人的庇护活下来，可惜铁狮此时已经冲向大柳树，距离姐妹俩有几十米距离。至于长腿少女更不可能保护姐妹俩。此时的长腿少女一边要掩护铁狮，一边又要保护陈野，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姐妹俩。一头尸魁带着柳枝从天而降，直冲周兰而来。姐姐，小心！少女此时顾不得那么多，顺手将背上的背包狠狠砸向尸魁，这才让周兰躲过一劫。但很快就又有更多尸魁冲了上来。小小！周小小看到陈野射出的弩箭定在一头尸魁上，尸魁很快就冒起白烟退避。周小小一咬牙，姐，我们去陈野那里，我就不信他会见死不救。第32章，救救我姐！几个月前，身为大明星周兰的妹妹周小小也是众星捧月的存在。如果仅仅只是单凭颜值，周小小并不输于姐姐周兰。在周小小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有很多艺人、经纪公司找上门，希望能够签下周小小。甚至在周小小还没有开始出道的时候，她就已经预定了好几个顶级资源，说是整个娱乐圈都在等她出道，一点也不夸张。相比起姐姐周兰的婉约和熟女气质，周小小就是青春活力美少女，正是当下最流行的那种气质。再加上其姐姐周兰的背景，周小小可以预见未来肯定是内娱一线的咖位，甚至连周小小自己都这么认为。可惜很多事情都在你以为不会出现意外的时候出现了意外，城市沦陷了，无数恐怖的诡异出现，人类文明在以自己难以想象的速度崩溃。当时周小小正在和姐姐周兰筹备自己的出道作品，姐妹俩一起出现在某部大制作的电影中演对手戏。仅仅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整个剧组的人就被一只莫名的诡异杀死，整个剧组都成了死地。周小小和姐姐拼死从城市之中逃了出来，阴差阳错之下加入了这个车队。和很多人一样，周小小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就此灭绝，或许要不了多久，人类的军队就会从诡异的手里夺回城市。但是随着对末日的了解越来越多，周小小心里的那一点点希望也在消失。人类社会的秩序正在慢慢崩溃，甚至越来越野蛮。如果不是加入车队之中，姐妹俩现在的处境绝对好不了。周小小剪短了长发，换下了小裙子，将自己那张白皙可人的小脸蛋抹上灰尘，甚至慢慢学习扮演一个男孩子。周小小将自己当成一个男孩子，为了能够在末日之下活下去，有尊严的活下去，姐妹俩付出的努力比一般的幸存者还要多。每当到了物资补给点的时候，别的幸存者都畏畏缩缩，甚至不愿意去搜集物资，而姐妹俩没有落下过一次，每一次都努力地冲入村镇搜集物资，更是遇到过无数次危险。所以姐妹俩活得比其他的幸存者要好得多。姐妹俩明白，在这样的末日之中，一切只有靠自己。直到那天，周小小知道姐姐将一桶汽油送给了一个新觉醒的序列超凡，那可是一桶汽油啊！为了搜集到这桶汽油，姐妹俩差点死在诡异的手里。而且那桶汽油什么都没有换到，仅仅只是一个承诺，就让送出了那桶汽油。周小小愤愤不平，直接将那桶汽油拿了回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小小曾经一度担心被那人报复。虽然是个辅助序列，但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序列超凡，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过着。随着对序列超凡的了解深入，周小小有时候也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序列超凡。一直到长寿村这里，长寿村遇到的危险远超其他补给点，周小小从来没有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甚至下一秒自己就会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那天拿走那桶汽油，周小小此时才彻底的感觉到后悔。如果当时得到陈野的承诺，得到他的庇护，或许这一次能够活下去。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周小小一直企图跟在另外2名序列超凡的身后寻求庇护，可惜自己和姐姐的身份在序列超凡的眼中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到现在，最后的2名序列超凡对付那些被柳枝悬吊着的尸体都来不及，根本就不会顾及自己姐妹。而那个之前一直以为没有任何用处的辅助序列陈野，竟然能靠着手里的手弩打退那些尸体。
就算是不能杀死那些尸体，仅仅只是击退，就已经让姐妹俩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周小小这时候根本顾不了曾经和陈野的恩怨，只想要寻求陈野的庇护。此时不单单周小小在向陈野这边聚集，就连那赵老太也是打着这样的算盘。娜娜和铁石两人相互配合冲向大柳树，此时根本顾不得其他的幸存者。好在几乎大部分的尸块都集中在这两人身边，否则陈野和其他的幸存者早就死了。但就算如此，零星的一些尸块也让陈野手忙脚乱。此时的陈野也是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潜力，手上的手弩以最快的速度激发。得益于平时在车队休息的时候，陈野也没少练习。刚刚放上一支弩箭，一头尸块露出阴森白牙冲了上来，陈野抬手就是一箭射出，嗖！一支箭插在一头尸块的额头，冒出白烟，尸块惨嚎着退后。陈野根本就来不及查看系统的提示，抽出一支弩箭，飞快上弦。周围的尸块如同围绕烛火的飞蛾，普通的幸存者根本没办法对尸块产生有效的攻击。那些捡来的钢管钢筋对于尸块来说无异于瘙痒。赵老太的动作就像是在超市里抢鸡蛋、公交车上抢座位一样迅速。在其他幸存者还没来得及来到陈野身边的时候，这位身手灵活的老太太已经悄悄地躲到陈野的身后，寻求陈野的庇护。就在赵老太心中微微得意的时候，却见一只大手猛地伸向自己的脖颈。赵老太微微一惊，这小子想做什么？不等赵老太多想，只见那大手轻轻将自己一推，赵老太一个踉跄，看到一张无比恐怖的鬼脸冲着自己怨毒冷笑。你！赵老太明白了，这小子是用自己当挡箭牌，他怎么敢的？难道他不知道尊老爱幼？赵老太还来不及咒骂出声，就已经被两头尸块围住。啊！一声惨叫，这位身手敏捷不逊于年轻人的老太太已经被几头尸块抓走，只留下原地一堆血迹。陈野的这番动作看在其他幸存者眼里，只觉得心里生寒。这年轻人好狠！刚才陈野手里的弩箭上弦慢了一分，结果就被尸块临近。正好在身后的赵老太就被陈野推了出去，当作替死鬼。心狠手辣不过如此，陈野心里并没有生出一点点愧疚。周小小看到如此心狠手辣的陈野，脚步微微一顿，就是这停顿的脚步。小小！周小小心中一惊，连忙转身看去，却见姐姐周兰被一具尸体扑倒。陈野，救救我姐！第33章，陈野，求你了。比起长腿少女和铁狮，陈野这个辅助序列在车队里的存在感就很低。娜娜是剑仙序列，每日里背着一柄长剑在车队晃悠，刚才更是一剑将民房斩成2截。看在幸存者眼里，这个长腿少女就是超人。还有铁狮这个大块头，单单是2米多高的身材就给人极强的压迫感。还有神秘莫测的楚车楚队长，一看就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只有陈野这个新觉醒的序列超凡，似乎和其他幸存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要是有能够测序列的仪器，就能知道陈野的机械师序列是个假的。看似不起眼的辅助序列，此时却成了其他幸存者的救命稻草。普通幸存者在面对尸块的同时，就像是3岁稚童面对成年壮汉。幸存者们手中的钢管和棒球棍对于尸块并没有什么作用，枪支这些热武器都是管制武器，一般人根本就弄不到这些东西。末日之后，枪支这些武器就更是少见，就算是有枪支弹药，对诡异的伤害也很是有限。只有陈野手中浸泡过黑狗血的手弩还能对尸块起到一些作用。只是陈野刚才的心狠手辣，拿赵老太当挡箭牌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犹豫，这才让一些人起了一些顾虑。而此时大明星周兰已经被尸块扑倒，或许下一秒死去的就是这个大明星。面对尸块那张不死人类的鬼脸，周兰只觉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手中的棍子拼命地抵挡眼前的尸块。小小！周兰忍不住尖叫出声。周小小看到姐姐被尸块扑倒，一下也是慌了神，这才对着陈野大声求救。陈野，救救我姐姐！陈野抬手射出一支弩箭，弩箭定在一头尸块的头上，激起一阵白烟，尸块嚎叫着退后。陈野看向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眼神并没有什么变化，手中不停快速抽出一支弩箭，上弦激发，将另外一只准备扑过来的尸块击退。周小小眼看陈野竟然真的见死不救，眼中闪过一丝悲哀和愤恨。但此时的周小小也顾不了那么多，提起手里的棍子跑过去帮忙。尸块的能力很是单一，力量和敏捷只和一名普通的成年强壮男性差不多，在柳枝的带动下，看似有了飞天的能力。而且一般的攻击力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一般的成年男性根本不是一头尸块的对手。而且数量众多，大柳树下有超过数百头尸块，只要一头尸块缠上了目标，很快就会吸引其他尸块一拥而上，比起一般的诡异要难缠许多。好在铁狮和娜娜吸引了大柳树大部分的注意力，这才让陈野这些在大柳树外围的幸存者能够坚持到现在。并不是陈野这些人不想逃出大柳树的范围，而是根本没得逃。大柳树的柳枝仿佛能够无限伸长，整个村子都是大柳树的战场。听到姐姐的求救声，周小小连忙冲过去帮忙，用手中的木棍推开扑倒在姐姐身上的尸块。刚把姐姐拉起来，
周小小就绝望地发现，四周竟然已经聚集了好几头尸魁。对付一头尸魁已经让姐妹俩感觉很是吃力。现在周围已经有了好些尸魁，那一双双浑浊的眼睛就那么看着姐妹俩，其中很多人的面容还很是熟悉。死亡的威胁涌上心头，难道自己和姐姐今天就要死在这里？姐妹俩背对背，手中都拿着一根磨尖了的钢管。这种简单的武器对普通人或许还有些威胁，但是对尸魁则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周兰手持钢管，双腿都有些打颤。姐妹俩周围是4、5头神色狰狞的尸魁，远处的尸魁还在往这边赶来，一双双浑浊的眼球，裂开的大嘴，腐烂的身体，还有一阵阵难闻的腐臭气息扑面而来。周小小甚至能看见尸魁表面蠕动的蛆虫，这些尸魁还有人形，但已经没有了人性。妹妹，一会儿你先跑，只要跑到陈野身边，他就算是不想救你，也会安全许多。周兰咬着牙对妹妹嘱咐道。周小小狠狠咬牙，周兰，你在说什么废话？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去求陈野的。周小小死死地咬着牙，嘴唇溢出一丝鲜血，汗水打湿额前的一缕长发，显得无比的狼狈。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周小小多少有些心虚。啊！一声惨叫，一个准备逃走的男性幸存者被一头尸魁跳到背上，张开大嘴咬向男人的后脖颈，一串鲜血带着男人飞向大柳树树冠深处。惨剧距离姐妹俩也就4、5米的距离。那男人根据他自己说，末日之前还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管，甚至一度还对周兰展开过追求。没想到现在就这么死在眼前。周小小瞳孔疯狂地震，那双好看的大眼睛溢出了一些泪水，这是恐惧的泪水。死亡就发生在眼前。周小小看向不远处的陈野，陈野！周小小不甘心地呐喊出声，声音之中第一次带着一丝祈求。这对于一向倔强的周小小是非常罕见的。从末日到现在，周小小从来没有求过人，而现在她和姐姐周兰已经陷入绝境。陈野此时的状况也不是很好，但好在之前他储存了足够的黑狗血弩箭，还能勉强坚持。黑狗血弩箭虽然不能杀死尸魁，至少也能击溃这些尸魁。一条条系统提示在陈野眼前闪现，陈野此时根本懒得去细数。此时陈野只能祈求娜娜和铁狮两人动作快一些，否则再这么下去，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至于其他幸存者，陈野根本就没有在乎。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陈野微微一愣，随即看到4、5头尸魁正围着周家姐妹。周家姐妹手里的钢管对于这些尸魁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只需要几秒钟，这姐妹俩就会被这些尸魁撕成粉碎。周家姐妹两人看向自己的眼神之中全都是哀求和可怜，就像是寒风中的小狗投向主人祈求的目光。看到陈野转过头来，姐妹俩眼神之中放出希望的光芒。周小小的大眼睛里在这一刻噙满了泪水，无尽的后悔和希望交织。求你了，陈野，救救我们！上一秒还在说死都不会求人，下一秒已经要死了，死亡距离他那么近，转变之快，就连周小小自己都没有想到。第34章逃亡村口。就在周小小祈求陈野的帮忙的时候，一阵震动天地的怒吼声传来，紧接着便是地动山摇，地下仿佛有条大龙在咆哮翻腾。那些被柳枝束缚住的尸魁们也是一阵乱摇乱晃。所有幸存者纷纷转头看去，那堪比世界的大柳树之下，3米高的巨汉浑身肌肉暴起，那硕大的拳头如工程锤一般轰向大柳树的树干，木屑横飞间，大柳树流下嫣红的鲜血。长腿少女单手举着手中长剑，嘴里念着某种神秘的咒语，手中的长剑威势越来越强，浑身剑气环绕，一头长发无风自动，恍若神女。只是那少女的脸色却是越来越苍白，脸上一丝血色的都没有。这是少女之前用来对付那驼背老魁的一招剑气，只是这一次的威力比之前那一剑强得太多。急！少女一声断喝，手中长剑对着面前的大柳树轻轻一剑劈下，一道耀眼的剑气附着于长剑之上，原本不过1米多的剑刃，此时却有10几米长。就算是隔着如此远，陈野也是心中发寒。长剑劈下，一条恐怖的剑痕出现在大柳树身上，大量嫣红的鲜血顺着树干流下，诡异莫名的哭泣尖叫声从地底传来。这一剑显然给大柳树造成了伤害，树干正在疯狂的扭动，连带着村中心广场也被影响。在这一刻，似乎整个村子都发生了地震。这一刻也正好发生在周小小向陈野祈求的时候。幸存者们惊恐地看向大柳树，就连尸魁们仿佛也陷入了某种惶恐，仿佛有什么大恐怖即将到来。跑啊！陈野一声大喝，周围幸存者被惊醒，背着背包转身疯狂逃向村子口。陈野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他能感觉到因为大柳树受伤，村子里的某种禁忌像是被打开了一道口子，背上的背包根本就没办法给陈野造成任何阻碍。此时的陈野恨不得爹妈少给自己生了2条腿，发了疯地冲向村子口。陈野的怒喝并没有惊醒发了狂的傻大个，3米多高的肌肉狂魔仍旧双眼赤红，一双铁拳像是铁锤一样连续不断，狠狠砸在大柳树树干之上。泰坦序列在所有序列之中是强力的战斗序列，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比如，一旦觉醒了泰坦序列，人的智力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进入战斗模式的泰坦超凡很容易进入狂化，只有自己倒下或者对手倒下，否则很难恢复理智。傻大个，走！长腿少女身体摇摇欲坠，但此时还仅存的理智让她知道，此时必须要让傻大个苏醒，否则大家都有麻烦。可傻大个此时根本就不理会长腿少女的提醒，让就像是一头发怒的雄狮攻击大柳树。陈野，长腿少女此时全身无力，只好向陈野求助。陈野瞳孔微微一缩，就算是不了解泰坦序列，但此时也知道傻大个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情绪之中。长腿少女的求助和周兰周小小不一样，这两人是序列超凡，而且那傻大个对自己很友善，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如果是周兰或者周小小，陈野绝对不会救，但眼前这两位可是两位序列超凡，他们有被救的价值。只是 0.01 秒，陈野就做出了决定，咬牙停住后退的脚步，手中手弩对住傻大个的胳膊就是一剑。此时的陈野也不确定自己的黑狗血弩箭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只希望疼痛能够激起傻大个的一丝理智。弩箭只是一个箭头钉入傻大个宽厚的背肌之中，夸张的肌肉组织阻止了陈野的箭头。陈野看得暗暗心惊，这傻大个仅仅只是凭借肌肉就有如此防御力，泰坦序列果然恐怖。好！狂怒之中的铁狮感受到背后受到的攻击，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矮小的人类正在发足狂奔。铁狮大吼一声，大踏步的追着陈野就来了。陈野心中暗叫糟糕，我敲你妈！傻大个，你这眼神该不会只打算弄死老子吧？此时的铁狮双眼赤红，就像是一头发怒的猛犸象。长腿少女见状，心里微微一松，双腿发力，轻轻巧巧地站在铁狮的肩头。就算是接近脱力的长腿少女，做到这种程度并不算麻烦。在路过小山一样的物资包裹的时候，长腿少女弹出一条绳索，勾住那小山一样的包裹，将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铁狮的胳膊上。就这样，一行人带起一路烟尘，直冲向长寿村的门口。如果此时从高空往下看，就看到一条长蛇直冲门口，长蛇的尾巴还有一道道烟尘。陈野此时算是拿出了自己毕生的力量，在发足狂奔。而此时，整个长寿村从沉睡之中苏醒，从村子中间开始，无数的柳枝疯狂涌向发足狂奔的幸存者们。啊！救我！我还不想死！救我！一名逃得慢了些的幸存者发出惊恐的尖叫，被柳枝抓住脚踝，拖进黑暗之中。其他幸存者见状，顿时吓得亡魂大冒，更加发了疯的狂奔。又有2-3名幸存者被柳枝缠住，拖入黑暗。数条柳枝绕过房屋，从街道两边的黑暗之中悄悄蔓延在陈野的前路。陈野抬手就是一剑，黑狗血浸泡过后的弩箭刺穿柳枝，若有若无的惨嚎声中，柳枝快速缩回黑暗之中。突然，陈野感觉到脚踝一紧，来不及多想，就感觉到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就被倒吊了起来。终于轮到我了！此时的陈野手弩已经射空，再无任何手段。就算是长腿少女想要对陈野伸出援手，但两者之间的距离还是有些远。陈野一把抽出腰间柴刀，对准柳枝狠狠一刀劈下。这柴刀自从被陈野拿到之后，就经常浸泡黑狗血。没道理弩箭浸泡黑狗血，柴刀不浸泡。其实陈野也不知道柴刀浸泡黑狗血到底管用不管用，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一柴刀之下，柳枝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尖叫。陈野大喜，手中柴刀接连2-3刀劈下。要知道，幸存者之中虽然没有枪械这一类的热武器，但还是有很多人手里还是弄到了一些利器。之前这些幸存者用手中的利器对付柳枝，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而现在浸泡过黑狗血的柴刀竟然有用，这如何不让陈野欣喜？柳枝被劈断，陈野身体掉在地面上，一个翻滚站起身，陈野也不管身上如何狼狈，开始发足狂奔。野子，坐上来！一个大手直接捞起陈野，将陈野提到一个软软的物体之上，是一个小山一样的背包，是傻大个铁狮背着的那个背包。这货的眼神已经褪去血色，那小山一样的背包也重新被他背在背上。此时陈野就被扔在了那小山一样的背包上。抓好了，我要开始发力了。说完，铁狮整个人的速度猛地提升，陈野慌乱抓住背包，这才没有被甩下来。村口就在眼前。第35章出来了。16点21分，楚彻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抬起眼眸看向村口方向，脸上仍旧是一副淡然的模样。眼神看向村口方向的时候，也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根本就不急。对上其他幸存者的眼神的时候，楚彻眼神也是异常的平静。其他幸存者在看到楚彻的平静，也会心安不少，但在楚彻的眼眸深处却藏着一丝极淡的焦虑。到现在为止，不管是陈野还是娜娜和铁狮，亦或者是其他幸存者，没有一人逃出长寿村。之前那么多幸存者进入村子，现在看起来却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一丝声音都没有传出来。已经超过约定时间21分钟。如果按照计划，车队此时应该已经在离开的路上。成为领路人序列超凡之后，楚彻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危险。
身为车队的普通幸存者，或许会疑惑，连上户这样的大城市都沦陷了，为什么在车队这段时间以来却显得很是安全平静？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末日只是骗人的谣言。除了有时候车队会抽风的胡乱选择路径，比如上午的时候突然往前走了7、8公里，下午又往回走7、8公里，回到原点。明明早上确定往东，到了临近出发的时候却又往南。虽然不太明白车队队长的发神经，但在车队里的日子除了物资匮乏，但也没有遇到危险。在车队里的安逸日子过久了，有时候也会怀疑是不是诡异末日不存在。但是在楚车的眼中，车队的日子远没有那么安全，甚至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的边缘。当他成为领路人序列的那一天，楚车就能非常敏感地察觉到诡异的气息。在他的感知之中，车队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看似安全的前方，在楚车的感知之中，前方却有大恐怖存在。看似平静的来路，在楚车的感知之中，却有数道诡异气息正在跟随车队的残留气息追踪而来。诡异会根据人类停留的气息寻找人类杀死，这也是为什么车队要一直在路上，不停地移动自己的位置，让诡异锁定具体位置。领路人的存在，就是在无数诡异存在的末日，给车队寻找一条安全的路径，保证车队内成员的安全。楚车之所以将集合时间定在4点，就是通过他的感知，在长寿村停留到4点之前是安全的。一旦超过4点，就很有可能随时被未知诡异追上车队。在楚车的感知之中，西南方10公里左右的位置，就有一头拥有恐怖气息的诡异正在靠近。这头诡异似乎是察觉到的车队的气息，正在加速往这边赶来。上次在杏花镇也是这样，当时楚车也是感觉到数道恐怖诡异气息正在袭来，这才带着车队一路狂奔。这次的情况和上次在杏花镇的情况何其相似。楚车再次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腕表，16点22分，再给你们8分钟，4点半。如果4点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不能等你们了，否则整个车队都得死。楚车眼神里藏得极深的那一丝担忧又多了几分。阿彻，阿宝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楚车看了一眼阿宝叔，从阿宝叔的眼中看出了阿宝叔的焦急和担忧。楚车淡定地笑了笑，不着急，阿宝叔，再等几分钟，4点半走。阿宝叔没说什么，转身去准备出发。听到马上要出发，车队之内传来一阵阵喧闹。他们还没出来，我们往哪去啊？不行，我老公还没回来，我不走。奶奶，哇哇，大哥，我大哥还在里面，怎么可以走？此时距离村口不过就100米不到，按照铁狮此时的速度，怕是用不了几秒就能冲出村子。陈野此时死死地抓住背包的带子，眼神焦急而冷静。此时的村子四面八方全都是鬼影，陈野分不清这些鬼影是尸鬼鼬或者是其他的诡异。耳边传来如蛇信一样的私语：不要离开我，不要，西西，留下来陪我玩可好？你们真的要走吗？我好冷，村子好冷，你们留下来可好？有无数道声音在陈野的耳边响起，这些声音之中有老人，有女人，有稚童，也有青年。有些声音甚至听着很是耳熟，就像是车队里的成员；有些声音听着又很陌生。陈野的神智一阵恍惚，一个刚刚要冲出村子的青年停下来脚步，眼神迷茫的转身走向旁边的黑暗处，没了踪迹。嗖！陈野抬手就是一箭射向黑暗处的一道黑影。啊！一声凄厉的尖叫响起，让陈野的耳边稍稍停歇了1秒，恢复少许理智。长腿少女眼眸一冷，长剑对着黑暗处一斩，一道剑气割裂空气袭向黑暗处。啊！再次尖叫声传来，发出这道剑气之后，长腿少女身子一晃，差点从傻大个的身上掉下来。此时的少女那张小脸已经苍白如纸，看起来和死了3天的尸体一样苍白，就连那红润的嘴唇也是一片灰白。傻大个，别停下，快走！陈野连忙提醒。他妈的，抓紧了！铁狮3米多高的身躯爆发出氤氲红雾，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此时的铁狮在陈野的感知之中，就像是一头远古猛犸象。陈野将自己的胳膊和背包上的带子缠在一起，另一只手和脚配合上弦。单手上弦这一招，陈野平日里没少练习，这时候正好用上。一支浸泡黑狗血的弩箭已经上好弦。就在陈野上好弦的那一刹那，陈野恍惚间自己身边出现了一道身影。这身影的速度无比的迅速，像是一头山间老猿。驼背老魁。陈野心头一惊，这驼背老魁怎么这时候突然出现？陈野看着这驼背老魁，却见这驼背老魁也看着自己，嘴角咧出一个夸张的弧度，似乎是在冲自己笑。而那驼背老魁背后的那颗人头却冲自己无比怨毒的看着。一道隐隐的声音传来：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救我？死了，你们都要死了，都要死了！我就是下一个你，我就是你！陈野抬手一剑，那驼背老魁不闪不避，任由让那弩箭插到自己的眼眶。之前驼背老魁中了陈野的弩箭还会有忌惮，而现在陈野这一箭像是射在了别处。这驼背老魁眼眶上插着箭，仍旧在奔跑，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身形仍旧迅捷如猿猴。陈野心中一寒，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袭上心头。
可就在这时候，陈野只觉得浑身一暖，眼前的昏暗一刹那之间变得明亮，眼前洒下一片微微昏黄的光，温暖明亮。自己出来了。陈野再次看向那驼背老鬼，却见那驼背老鬼已经站在村的阴暗处，对着自己仍旧诡异的笑着，眼眶上仍旧插着那弩箭。第36章孤独的影子。16点28分，还剩下2分钟就到4点半，车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开拔。虽然还有不少人在反对，但是车队要离开的决定仍旧无法改变。有些幸存者开始撒泼耍横，甚至打算赖在地上不走，但仍旧无法改变楚彻的决定。楚彻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那副淡然的模样。在其他幸存者看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楚队长的决定。不少幸存者甚至在心中咒骂楚彻心狠手辣、铁石心肠。车队内传来的骚动在楚彻看来只是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其实楚彻此时的内心心焦无比，身为领路人序列的超凡者，感应能力应该是无比敏感才对。他想试着感应长寿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此时的他却是根本无法做到。自从幸存者们进入了长寿村之后，自己的感知力就被某种结界屏蔽掉大半，只能模糊地感应到长寿村内有无数诡异。楚彻能感觉到眼前看到的长寿村甚至都是假的。长寿村里发生了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或许所有幸存者全都留在了长寿村，在眼前看到的假象之下，已经躺满了幸存者的尸体。又或者村子里此时正在发生剧烈的战斗。楚彻努力尝试感应村子里的情况，但他此时却根本做不到。可就在这个时候，长寿村村口发生了变化，一座小山破开了某种结界，轰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突然闯入现实之中。小山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的倒下，随着小山的倒下，众人这才看清楚眼前的小山到底是什么。一个3米高的巨汉，巨汉的背后还有一个夸张的背包，巨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只是一转眼的时间，巨汉3米的身高转眼就变成了2米多。随着巨汉倒下的还有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也很是狼狈。女人脸色苍白如纸，嘴唇也是灰白色，一头长发沾满了灰尘散乱着。男人此时也好不了多少，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额头亮晶晶的全是汗水和灰尘。楚彻那双淡定的眼睛微微一喜，看到这3人的出现，幸存者们沸腾了，车队更是一片骚乱。阿宝叔，老李，他们回来了。老公，有没有看见我老公？大哥，大哥，你回来了吗？儿子，你在哪儿？现场乱成一片。很快又有幸存者从村子里闯了出来，陆陆续续有幸存者跟在几人身后出来。老公，一妇人看到一个狼狈的男人的时候，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掉在地上，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哇哇大哭。男人的脸上则是露出欣慰的笑容，伸出满是血渍的手揽住妻子的肩膀，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安慰着。还有哥哥摸摸妹妹的头，笑着说自己这不是出来了，你就别哭了。也有幸存者背着满满一背包的物资，默默地走到一辆自行车旁，点燃一支香烟。或许他的家人早就全没了。也有不少人踮着脚抻着脑袋往村子里看，却只能看见村子里灰蒙蒙一片，一个人影都没有。这些人并没有等到自己期盼的身影。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相互搀扶，这也在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中。姐妹俩狼狈至极，周兰之前绑好的马尾，此时已经散乱地披散着，脸上的汗渍打湿长发粘在脸上脖子上，脚上的鞋子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了一只。周小小比起姐姐也没好多少，周小小的大腿和胳膊有2道深深的伤口，鲜血顺着衣服流淌而下，打湿了半边身子。之前在村子里光线昏暗还看不出来，但此时却看得很清楚。还有就是周小小上半身的衣服被撕了一个大口子，能看见里面的非凡景色。不少幸存者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大大咧咧的小伙子竟然是个丫头。这些幸存者的眼里露出贪婪的神色，舔了舔嘴角，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姐妹俩这一次危险之极，但也是收获颇丰。姐妹俩带去的背包全都装满了不说，还在路上捡了一个背包。姐妹俩相互搀扶着，拖着背包走到自己的那辆车前。时间已经不多了，楚彻甚至能闻到诡异靠近的味道。在长寿村口停留的时间太久，在他的感知之中，已经有好几只诡异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开始往这边靠近。车队有条不紊地行动着，有人将铁狮那庞大的身躯抬进大巴车里，还有几人将铁狮那小山一样的大包塞进大巴车的车底货舱里。这些物资只能等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进行分配。已经不是菜鸟的陈野，此时也知道时间紧迫，走到摩托3轮车旁，将背包丢进车斗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就要点燃。陈野，这是阿彻给你的汽油。阿宝叔提着一壶汽油走了过来，递给陈野。陈野油箱里的最后一点汽油已经用完了，原本他就打算去找楚彻借一点。陈野不相信楚彻没有准备，身为车队之中少有的序列超凡，楚队长肯定会借，只是没想到这楚彻竟然这么上道，直接就送过来了。陈野也没客气，伸手接过，谢了，晚点还给他。阿宝叔点点头，转身就走。在公平车队里没有白给的好处，这桶汽油是要还得。
这桶汽油大概也就只有15升的容量，加满摩托三轮车也就用了一半左右。这辆摩托三轮车的油箱容量没有具体算过，大概也就在7升。以后升级的时候要增加油箱的容量，容量太小续航能力就不足，续航能力不足，在这样的末日之下，有时候就是致命的。至少在以后的寻找物资的过程中，找几个汽油桶备着也不错。这时候陈野正在抓紧跟随车队跑路，根本就来不及查看这一次长寿村之行得了多少杀戮点，但想来也不会很少。这一次带去的黑狗血弩箭就剩下几支了。加满油之后，车队也开始缓慢启动。陈野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几个烟圈之后，也开始发动了自己的摩托三轮车。村子口还有几个幸存者满含期待地看着村子里。随着时间的漂移，眼神之中的希望慢慢暗淡。有人嘴里不停地呢喃着什么，还在期待身影的出现。滴滴，车队最前面的改装越野车发出刺耳的喇叭声，车队开始动了。在末日的夕阳之下，昏黄的光将长寿村村口的几道弧度的影子拉得老长。第37章，车队。加满了油的摩托三轮车再次恢复行动能力。陈野拧了拧油门，感受到发动机爆发一阵阵咆哮，内心深处也是一阵安全感。谁说男人就不需要安全感的？在末日之中，车厢里的油和车斗里的物资就是最好的安全感体现。陈野猛猛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烟圈之后，拧动油门，摩托三轮车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咆哮，这才慢腾腾地开始行动起来。不得不说，陈野的这辆摩托三轮车的动力还是差了许多。就算是陈野把油门拧到极致，仍旧赶不上前面的越野车和大巴。这一次车队人员再次减少，进入长寿村的幸存者差不多有40多，将近50人，能从村子里逃出来的也就10几人而已。有30多人永久地留在了长寿村，其中有不少人是之前从鹿城逃出来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物资是最少的，因此想要获得物资的愿望也是最强烈的。这些没有从长寿村出来的幸存者，他们的亲人没有等到他们出来，就永远地留在了长寿村村口。至亲之人没有从长寿村出来，这些人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他的幸存者却是来不及悲伤，大家都在匆忙地收拾自己的所有物资，匆忙启程跟上队伍。之前从鹿城逃出来的幸存者拥有一辆汽车和2辆摩托车。透过汽车玻璃，陈野看到这辆从鹿城逃出来的汽车司机已经换了人，想必这辆汽车的原主人已经留在了长寿村。再加上车队之前就有2辆改装越野、1辆大巴、1辆小汽车、1辆老头乐和3辆摩托车，以及陈野的这辆摩托三轮车，因此此时的车队人看起来少了一些，但车队里的各种交通工具还是不少的，还有好几辆自行车跟在车队的最后面也跟了上来。特别是那辆老头乐很吸引陈野的注意。这辆老头乐从陈野加入车队开始，这辆老头乐就一直存在，一直到现在，这辆老头乐也没有掉队。陈野认识这老头乐的所有者是一个姓张的老头，这老头整天乐呵呵的，嘴巴也挺贱，也不知道这老头是怎么充的电。车队所有的车辆全都动了起来，在夕阳下拉成了一个长长的车队，只有周家姐妹的车还在原地趴窝没有动作。此时的轿车车厢内，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狼狈无比，不仅仅身上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而且身上也受了不少伤，看起来很是惹人怜爱。特别是周兰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难怪能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姐，怎么办？我们没油了，车动不了。周小小焦急地说道，声音之中带着一些柔弱。这假小子经过长寿村一事，似乎也变得软弱了不少。在车队之中，也是因为这辆小轿车，这才让周家姐妹显得不一般，区别于其他幸存者。如果没有汽油，这辆车就相当于报废，姐妹俩到时候就和其他幸存者没有任何区别。姐，要不我去找陈野借一点？之前阿宝叔可是拿了一桶汽油给陈野，周小小是看到了，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开口求过之后，周小小觉得再求陈野也不是什么难以开口的事情。小小，你觉得陈野会借给我们吗？周兰开口说道。之前在村子的时候，周小小可是向陈野开口过的。周小小自然明白姐姐说的是什么，那时候的陈野可没有伸出援手。周小小看了车窗外的摩托三轮车一眼，眼神很是复杂。姐，我给他道歉不就好了？他一个大男人，难道还和我这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啊？说到后面的时候，周小小的声音是越来越低，也越来越没有底气。陈野可不像之前围在自己身边的那些舔狗，从这人毫不犹豫地利用那老太婆做挡箭牌开始，周小小就知道陈野这人心狠手辣，而且现在已经是末世。周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打开车门到后备箱里一阵翻腾。此时已经有其他幸存者收拾好行囊，从姐妹俩的车旁路过。这些人虽然诧异姐妹俩的行为，但没有人停下，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是紧张。有的人骑着三轮车，还有人开着老头乐，还有人只用一双腿，但每个人都不想让自己掉队。姐，你在做什么？周小小忍着身上的伤口疼痛，对后备箱翻着什么的姐姐说道。很快，周小小就看到姐姐神秘兮兮的从后备箱里翻出一个油桶。看到这个油桶的时候，周小小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伤口。姐，这是你什么时候藏着的？你太棒了！这桶汽油是周兰上次搜集物资的时候藏着的，
就连妹妹周小小都不知道，为的就是应付今天这样的时刻。就这样，周兰和周小小姐妹俩的车也开始行动，车队此时已经开始在慢慢加速。一些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幸存者就麻烦了，只能死死地咬牙坚持。这些徒步幸存者倒不是不想坐车，或者和其他人共享一辆交通工具，只是在车队里，任何给予都要付出代价。而且车队里每辆车都坐满了人，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位置。好在楚队长选择的路径还算不错，这是一条国道，路况不错，四周也没有什么村庄，微风带着丝丝凉意吹在人身上，还算舒适。路边不时还能遇到几辆停在路边的车。开始看到这些车的时候，有的幸存者还欣喜若狂地跑过去，但很快就失望而归。陈野倒是想去看看这些车的油箱里还有没有油，不过车队的速度很快，陈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查看。海藻路况一直不错，如果是乡野泥巴路，别说那些徒步幸存者了，就算是陈野都得掉队。这辆摩托三轮车根本就没办法走野路。就在这时候，陈野感觉到脸上出现一丝凉意，伸手在脸上一抹，一丝水渍出现在眼前。陈野的脸色顿时就显得难看了起来。这尼玛，难道要下雨了？我的车可还没升级帐篷呢。而此时楚队长的脸色也很是不好看。在楚队长的感知之中，车队的前后左右全都有诡异的气息，有的距离稍微近一些，有些距离稍微远一点。最近的一头诡异正掉在车队后面的7、8公里处，正在急速赶来。楚队长下令车队加速，随着楚队长的加速，剩下的车也开始加速。车队再次加速，苦的是那些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幸存者。楚彻已经有抛弃这些幸存者的准备，而陈野此时也不是很好受。他的摩托三轮车已经把油门拧到底了，却和4轮汽车的距离越来越远，就连那几辆摩托车也能把陈野甩在身后。雨也越下越大，已经打湿了陈野身上的衣服，最后打湿了陈野的裤子和鞋子。陈野整个人就像是被浸泡在雨水之中一样，身前的车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身后的幸存者们也被陈野远远甩开。大雨干扰了陈野的视线，陈野伸手在脸上一抹，将手上的雨水甩出去，这才获得一点短暂的视线。耳边全都是雨水滴答的声音，天上也是乌云层层，不时还能看到2条闪电。陈野就这么一个人在大雨之中开着摩托三轮车驰骋，天地之间除了泼天的雨，就只有陈野这么一个孤独的身影。陈野知道不能停下来，一旦定下来，肯定就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根据对领路人的了解，陈野知道楚彻不会无缘无故的这么做。好在陈野还能隐隐看见远处的红色车尾灯，不至于跟丢了车队。此时陈野只有一个想法，待会儿停下来之后，一定要给摩托三轮车升级一个驾驶舱，还要给车升级动力，避免以后再被车队甩下。最好是3轮车升级成4轮车，还要花费3000杀戮点兑换觉醒序列超凡的法子，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杀戮点够不够。第38章怪异的极端天气。楚彻一夜不停地感应着诡异的气息，不敢稍有松懈。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名高明的武者，踮着脚尖在刀尖上跳舞，一个不慎甚至就有可能丢下小命。车窗外的大雨不停歇，打的车窗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楚彻知道，经过这一次，车队人员至少减员50%，甚至可能更多。在这样的大雨夜，很多人会掉队跟不上，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就算楚彻不忍，仍旧没办法改变这一切。楚彻能感觉到跟在车队后面的一些诡异气息停止了跟踪。楚彻微微闭上眼睛，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他能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那是车队之中掉队的队员，诡异追踪车队的行迹而来。他们找到了那些掉队的幸存者们，他们可以开始一场美妙的狩猎或者野餐。这些掉队的幸存者们会拖慢那些诡异的脚步，让其他车队成员安全逃脱。那些诡异们得到新的食物或者玩具，会有很大的可能放弃对车队的追踪。这也是为什么楚彻总是会尽量带着那些徒步幸存者们。壁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选择断尾来吸引猎食者的注意力，从而从容逃走。那些徒步幸存者就是壁虎的断尾，只是这个秘密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或许娜娜也能猜到，但她从来没问过楚彻。天边亮起一丝鱼肚白的时候，楚彻脸上的表情终于放松了下来。在他的感知之中，最近的诡异距离此地也有20多公里，这样的距离足够安全。此时一股困倦袭来，楚彻也是快扛不住了。看到前面有个路牌，路牌上面写着2个硕大的字燕州，竟然到了这里。楚彻心中微微一惊，没想到这么快。当楚彻看到不远处竟然出现一轮绚丽的彩虹的时候，楚彻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可是冬季，一丝属于酷夏的炎热袭来，楚彻心中再次一惊。现在可是11月底，怎么会这么热？这绝对不正常。燕州，这是燕州，我竟然到了燕州。陈野看着眼前路牌以及一望无际的沙漠，一时间有些愣神。竟然已经到了燕州，不知不觉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从江城到了燕州。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燕州的地形地貌很有特点，有山地、河谷、高原、戈壁、沙漠等多种地形。不过此时的陈野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眼前的沙漠。此时天边已经微微亮起鱼肚白，天边的云彩被染成了金色，绚丽无比。
但此时的陈野根本就无心欣赏。在长寿村高强度战斗数个小时，再加上昨天晚上一路疾行，此时还是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况且昨晚还下了一整夜的雨，此时的陈野已经一阵头晕眼花。陈野有预感自己即将生一场大病。大雨已经停了，此时的陈野已经全身湿透，头发贴在头皮往下滴着水，脸上、眉毛上甚至眼睑上全都是雨水。鞋子里沉甸甸的，能感觉到鞋子里灌了不少水，稍稍动一下就能感觉到鞋子里晃晃荡荡的水声。陈野的身体微微发着抖，强撑着骑在摩托三轮车上没有倒下。就算是天边随着太阳的升起，一轮绚烂无比的彩虹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力。彩虹一般只有在夏季或者秋季才会经常出现，但此时却在11月底出现。不远处的露营地终于出现在眼前。陈野强撑着驾驶摩托三轮车来到营地，此时的营地已经三三两两的搭起了帐篷，不少地方甚至都燃起了篝火。食物的香气飘进陈野的鼻腔，让陈野贪婪地吸了2口。一丝燥热的感觉袭来，驱散了陈野身上的寒气，让陈野微微好受了一些。此时的陈野已经疲惫到了极致，这时候的他根本顾不上关心这燥热的合理不合理。看到陈野的摩托三轮车到来，不少幸存者往这边看了一眼，便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这些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迷茫和绝望，旁人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陈野停好摩托三轮车，便一屁股就坐在滚烫的沙子上，燥热继续驱散陈野身上的寒气。呼呼呼，陈野微微喘息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刚刚掏出香烟，就发现香烟盒里渗出一串水珠。操！陈野将湿透了的香烟盒放到一边晾着。就算是湿透了的香烟，陈野仍旧舍不得丢掉，等晾干了还能继续抽。重新摸出一包香烟，撕掉塑料薄膜之后，抽出一支点燃。好在塑料薄膜还算给力，让这包华子免于雨水的浸泡。嘶，猛猛地吸上一口，一支香烟被吸了快1小半才停下。感受到尼古丁在身体里游走，多少驱散了一些疲惫。一根烟抽了小半支，陈野这才微微的缓过劲儿来。这时候的陈野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怎么会这么热？现在可是11月底，可是冬天，没听说过燕州的冬天会这么热啊！这又不是南方。陈野这才开始打量现在身处的环境。这是燕州国道旁，入眼之处是茫茫一大片沙漠，瞳孔之中全是沙丘和黄沙，天上一轮烈日刺眼。这是陈野人生第一次看到沙漠，一时间竟然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不过陈野很快就欣赏不来了，热，很热。之前被大雨淋透的身体，此时已经开始干燥起来，头发竟然已经干了大半。陈野发现不远处的幸存者们个个都穿的是短衣短裤，一副夏天的打扮。陈野也将外套和牛仔裤脱下，挂在车头，将鞋子也脱了。鞋子倒置过来的时候，一些水从鞋子里倒出来，落在沙地上，很快就消失。又将卫衣和秋裤也脱了。这天气也太热了。陈野猜测这种极端天气的变化很有可能和末日有关。再次一支烟抽完，陈野恨不得直接穿着大裤衩。这时候的陈野身上已经渗出了汗水，简单吃了2块面包补充体力，陈野这才迫不及待地开始查看自己在长寿村的收益。看到杀戮点的数值的时候，陈野也是微微吃了一惊，竟然有7000多杀戮点。第39章序列真迹。从进入长寿村开始，陈野就一直陷入各种麻烦不断。在长寿村的时候，陈野只顾着上弦，射出弩箭，再次上弦，再次射出弩箭。开始的时候，陈野还会关注系统的提示，到了后面，陈野根本就来不及关注系统的提示，也来不及去查看到底有多少杀戮点，只知道攒的那些黑狗血浸泡的弩箭没剩下多少。那些弩箭可是花了许久攒的。每次遇到合适的枝条，陈野都会拿着柴刀上去砍2根，久而久之就攒了许多黑狗血弩箭。在长寿村一战，陈野甚至刻意的多射出弩箭积累杀戮点，只是没想到竟然积攒了7000杀戮点，这个数字让陈野很是惊喜。深吸了一口烟，陈野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注意力集中在系统之上。之前就询问过系统觉醒序列超凡的法子，系统的回答是需要3000杀戮点，之前一直都没有攒够，这一次有7000多杀戮点，算是足够了，还剩下4000多杀戮点，可以把摩托三轮车好好升级一番。系统，我要兑换觉醒序列超凡的办法。确定兑换序列超凡的办法。眼前出现一行提示，确定。陈野在心中激动的决定。很快，系统的界面上出现了一个圆圈在转动，就像是手机刷新界面的画面。陈野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大约也就过了半分钟不到，眼前的画面出现了一行字：觉醒序列超凡的办法有：1. 自然觉醒，该种途径觉醒的序列超凡也被称之为先天序列超凡，这种序列超凡能力者优于其他序列超凡者。2. 通过序列真迹觉醒，序列真迹属于序列魔药的一种，注射序列真迹可以有一定几率觉醒序列超凡。看到眼前出现的这2行字，陈野愣了半晌。不是，3000杀戮点就得到这些东西？这信息我早就知道了，之前和铁师交流的时候，铁师就和自己科普过。自然觉醒就不用想了，要是能觉醒，早就觉醒了。
而序列针剂这种东西就更加难得了。根据娜娜的说法，就算是末日之前，序列针剂的价格也是以亿为单位的，而且还是有价无市。现在花了3000杀戮点，就只得到这2个公开的秘密。陈野刚想骂人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手上一沉，一种冰凉的触感出现在手中。想都没想，陈野死死抓住手中的冰凉物体，警惕的左右看了看。在酷烈的阳光之下，幸存者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有人关注到陈野这边的情况。陈野微微侧过身子，眼睛余光扫视了一下手里的东西，一个玻璃针筒出现在自己的手里，针筒之中流淌着蓝色的药剂，看起来神秘又美妙。看到这个东西的一瞬间，陈野脑子里瞬间出现一个词：序列针剂。竟然是这东西！陈野询问系统之后，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序列针剂。陈野强压住心中的激动，再次看了看四周，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任何变化，幸存者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在煮饭，有的躺在帐篷里休息，还有人在窃窃私语。陈野装作尿急的样子，走到稍远的地方，背过众人，拿出序列针剂。幽蓝色的药剂在沙漠的酷烈阳光之下神秘无比。陈野想都没想，抬起手臂，一针扎下去，一丝丝刺痛传来。陈野慢慢将蓝色药剂推进身体里，感受到一丝清凉在体内流淌。很快，药剂一滴不剩，全都被推进陈野的身体之中。陈野这才拔出针头，小心翼翼地将针筒收起，抖了抖。陈野转身回到自己的摩托3轮车旁坐下，再次掏出一支烟点燃，狠狠吸了一口，观察周围的变化。与此同时，陈野也在期待着身体里发生的变化。没有想象之中的剧烈疼痛，反而让陈野有种很舒服的感觉。之前因为一夜奔袭一夜淋雨，再加上突然来到这种高温环境下，陈野感觉到身体有些不适，很有可能会大病一场。就在序列针剂打入到体内的时候，陈野感受到体内的那一丝不适已经完全被驱除。没想到序列针剂竟然还有这种作用。努力地感受身体内发生的变化，陈野并没有感觉自己获得任何能力的感觉。根据之前从铁师那里套的话，成为序列超凡之后，身体会有明显变化和感应。但是自己一直序列针剂之下，竟然没有任何察觉。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系统，为什么我没有任何察觉？难道是觉醒失败？陈野在心底询问系统。系统很快给了答复：正在觉醒中，请宿主耐心等待。需要多久才能觉醒成功？正在觉醒中，请宿主耐心等待。陈野换了好几个问题询问系统，结果得到系统的答复仍旧是正在觉醒中，请耐心等待。对此，陈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就只能等着了。现在他也摸清楚了系统的特点，如果是问问题或者是兑换物资什么，系统没有冷却时间，会直接给予答案或者物资。如果是升级物资的话，那就会有等待时间。要不用杀戮点直接找系统兑换一辆末日基地车？这个想法很是诱人，但想来会需要很多杀戮点。陈野很快就向系统求证了自己的想法。系统倒是能兑换末日基地车，只是需要的杀戮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一长串的零看得人眼晕。沙漠之中的烈阳晒得陈野头皮发烫，之前身上的寒气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天上的太阳实在是太过于酷烈，伸手摸了摸刚才挂在车边的衣服，这时候已经干了大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期裸露大面积的皮肤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况且周围除了一个路牌，连一棵树都没有。有些幸存者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帐篷支起来，人就躲在帐篷里，还有些人则是躲在大巴车的阴影里，还有些人实在是没地方可躲了，只能躲在沙丘的背面，总比完全裸露在沙地里要好一些。车队这次长寿村之行损失人手不少，目测比之前少了1半以上。陈野在车斗里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一件连帽防晒衣，这是之前在杏花镇的时候从被自己杀死的那健身教练的背包里找到的。至于裤子，陈野只找到一条大裤衩，其他的裤子要么太厚，要么就是女款。陈野的车斗里除了这一次从长寿村收集到的物资，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其中各种衣服就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之前那个叫做佳佳的幸存者搜集到的。那蠢女人在杏花镇搜集物资的时候，别人都去搜集食物，她却是去逛了服装城，带了很多衣服，这些现在成了自己的财产。之前在车队里用来交换物资的时候，其他幸存者换走了一些，还剩下很多。在末日任何物资都是非常珍贵的，就算是自己用不上的女装，陈野也留了下来。陈野看着这些女士衣物，眼前微微一亮，何不用这些衣服给自己的车子做个遮阳帘？自己可是有系统的人，想来应该不难。想到就做，陈野眼前很快就浮现系统界面。很快，陈野的面前就出现了系统升级之后的设计图，一个很漂亮的黑色遮阳棚出现在陈野的眼前，从车斗开始一直延伸到前面的驾驶舱。黑色的遮阳棚能将整个摩托3轮车包裹，甚至这遮阳棚还兼具防雨功能。有了防雨的功能，再遇到昨天晚上那样的大雨也不用怕了。遮阳棚将车斗部分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还有拉链将车斗形成一个通风的环境，设计很棒。只是当陈野看到做这个遮阳棚所需要的杀戮点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竟然需要700多杀戮点。兑换了序列针剂之后，
现在自己就剩下4000多杀戮点了。现在让陈野拿出700多杀戮点，真是舍不得。没办法，只能用老办法节约杀戮点了。陈野开始着手调整设计稿，黑色的遮阳帘也不用那么复杂。自己现在手上有这么多女士衣物，要尽量用这些衣物节约杀戮点。陈野记得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设计稿，国外的某个设计大师用废弃的牛仔裤做了一个沙发，那牛仔裤拼接的沙发还挺好看，而且价格也不菲。陈野打算借用这个点子设计自己的遮阳棚。很快，全新的设计稿就出来了。新的遮阳棚是用一条条裤子和一件件衣服拼接而成，全新的遮阳棚上甚至还有裤子的口袋。当然，挡雨的功能是没有的，这个功能实在是太消耗杀戮点。而且现在已经进入沙漠地图，沙漠之中下雨是个小概率事件。车斗被陈野改成了半封闭空间，放下车斗两边的帘子，拉上拉链，车斗的车厢才是一个封闭空间。卷上帘子，车斗就是个开放空间。至于驾驶舱这边，陈野想了想，暂时也只保留了头顶上的遮阳帘，其他的设计一律省略。以后寻找到合适的材料，再把驾驶舱升级，最好是能找到一辆废弃的轿车，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杀戮点。设计完成之后，系统统计只需要200多杀戮点，这倒是让陈野很满意。确定用252点杀戮点升级遮阳帘。陈野再次左右看了看，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这才在心中确认。车斗上的女士衣服瞬间消失一大半，摩托三轮车的头顶上也出现了一个杀戮倒计时，4点59分59秒。第40章，老头乐有大秘密。陈野出现在营地的时候，不少人都向陈野投来惊奇的目光。要知道，从停下来休息到现在，赶上来的幸存者只有陈野一个。没想到陈野竟然赶上来了，他还是人吗？周小小眼神惊奇，序列超凡就是序列超凡，就算是一辆三轮车也能活下来。周兰这位大明星此时脸上布满风霜，看向陈野的眼神也是充满了羡慕。姐，你说要是我能觉醒序列就好了，起码能活下去。燕州沙漠的气候让陈野很不舒服，陈野感觉今天的温度至少有36度以上，顶着这么高的温度在沙漠之中，在沙漠里晒太阳，而且周围肉眼可见的竟然一棵树都没有，这种感觉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很难相信现在已经是11月底，按照正常的气温，燕州此时穿羽绒服都不为过。或许是诡异爆发之后，春夏秋冬已经发生了改变，冬天不像冬天，夏天也不像夏天。咕嘟咕嘟，陈野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2口就赶紧盖紧盖子。车斗里还有好几箱矿泉水，就算如此，陈野也不敢大口喝。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沙漠。在沙漠之中，水资源比黄金还珍贵，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水。之前湿漉漉的衣服，此时已经全都晒干了，干得透透的。看了看不远处的大巴车和汽车，陈野想了想，起身走向大巴车。需要避开人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完，此时如果傻乎乎的站在这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要中暑。再怎么说，大巴车至少有车顶，能够提供一部分阴凉地，比自己现在这辆赤裸裸的摩托三轮车要好很多。自己这车棚至少也要4个小时才能升级完成。陈野的动作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这些幸存者只是抬眼看了陈野一眼，就再次转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去大巴车之前，陈野先是去了楚车的越野改装车，得到的消息是楚队长也在休息。来到长腿少女的越野车前，少女倒是没有休息，只是脸色无比苍白，嘴唇也是一片灰白。显然少女之前在长寿村和大柳树一战也是耗费了不少力气，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陈野也只能让她好好休息，转身就走向大巴车。这辆大巴车是铁狮的财产，之前和铁狮聊天的时候就听铁狮说过，在末日之前，铁狮就是大巴车的司机。末日爆发之后，铁狮就开着这辆大巴车一路逃亡到现在。大巴车的外面有很多擦痕和血迹，很多油漆也开始脱落，看得出来这辆大巴车在末日之前就已经有些年头了。车顶上还有高高的行李架，行李架上绑了很多物资，之前铁狮从长寿村带出来的那小山一样的包就绑在车顶上。如果是在末日之前，车顶上有这么多东西，很显然是不可能上路的。现在是末日，根本就没有人管这些事情。来到大巴车前，大巴车的车外一侧躺着好几个幸存者，太阳的光照射过来，正好提供了一处还不错的阴凉地。或许是察觉到了有人到来，这些人抬起眼皮看了陈野一眼，随即就昏昏沉沉睡去。其实营地之中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昨天一夜狂奔到现在，很多人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大巴车的司机是一个30岁左右的戴眼镜青年，听其他人称呼这个眼镜青年叫老李。老李早就注意到了陈野，看到陈野的到来，老李也从车上下来迎接。对于序列超凡，老李还是很尊敬的。陈野，你来了，这鬼天气太晒了，来你们车里躲会儿。老李笑笑没说话，转身就引着陈野上了车。这是陈野在末日之后第一次上别人的车。上到车上，陈野才发现这辆大巴车内部的情况。在车子的最后面有一张硕大的床，几乎占据了整个车厢的下半部分。一个强壮的人影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正是铁狮。泰坦序列的战斗力很强，
但是每次变身巨人进行战斗也会消耗很多能量，因此泰坦序列战斗之后都会陷入深度睡眠。其一是恢复自身体力和精力，其二是恢复自身伤势。这也是铁狮这个傻大个之前告诉陈野的，就像是娜娜说的一样，每个觉醒泰坦序列的超凡者智商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陈野很多关于序列超凡的知识都是铁狮说的，往往陈野说一句，铁狮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说了。之前在杏花镇，铁狮断了一臂，也是在车里睡了好久才恢复的。此时陈野能看到傻大个身上很多伤口已经开始结痂，车辆的内部空间很大，甚至进行了简单的改造，拆掉了内部的货架，让整个大巴车空间看起来空旷了许多。车上还有其他幸存者，大概也有7、8人左右的样子。这些人看到陈野的到来，有些人眼神畏惧，有些人则是羡慕。陈野诧异道，就这么点人？是啊，长寿村很多人没出来，还有人不愿意跟着车队离开。老李的声音很是低沉，都是一辆车上的幸存者，突然少了这么多，只要是个人都会心中生出悲切。老李，你去忙吧，我自己地方歇会儿。老李转身给陈野拿了瓶矿泉水，就自顾自的去了。陈野寻了一个阴凉的座位躺下，周围2个幸存者看到陈野到来，起身往后面坐了坐，将靠背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点燃一支烟，陈野就这么舒适的躺着了。看着车顶棚的倒计时1分1秒的数着，陈野心里放松了许多。现在就只等着楚车楚队长苏醒，到时候就好分配物资了。傻大个那小山一样的背包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娜娜和自己2人的背包虽然小一些，但也是要拿出来分的。陈野就这么把腿翘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休息。远处的沙漠被太阳烤得一片虚幻。就在这时候，陈野看到远处的公路尽头慢悠悠的驶来一辆老头乐。这老头乐晃晃悠悠的，但是行驶的坚定无比。这竟然是那老张头。那么多人都死了，这老张头竟然还没死。看来这老头乐有大秘密啊。第41章分配物资。这辆老头乐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次车队之中老弱几乎死尽，之前和陈野有矛盾的奶孙奶奶死在长寿村，那7、8岁的熊孩子到现在也没看到，很可能也是死在了昨天晚上的逃亡路上。从这对奶孙惹人厌恶的程度，估计没有人想要救他。昨天晚上那种情况，很多身体素质看起来还算不错的成年男性也死在了昨天的夜里，而这个开着老头乐的老头竟然活了下来，这种情况简直就是离谱。这老头2次进入人类禁区，杏花镇和长寿村这老头都没落下，那么多人死了，他竟然还活着。那辆老头乐摇摇晃晃驶来，仿佛下一秒就会散架。此时这2老头乐的状况也不是很好，车体表面各种划痕不说，就连车体都发生了变形，车体上还有不少泥渍，车顶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的行李架，绑着几个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袋子，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显然这辆老头乐昨天晚上过得并不平静，不少人都投过来惊奇的目光。老头乐摇摇晃晃地停在营地旁边，猥琐的干巴老头从车里跳了出来，花白的头发微微飘动，上半身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下半身则是一条黑色大裤衩，脚上一